爷，快醒醒！天元宗大小姐来退婚了。怎么又梦到小说情节了？还又是一部烂大街的退婚流。这些网络作者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除了退婚就没有别的可写了。我操！今天不是高考吗？完了，我睡过头了。少爷，天元宗宗主带着李家大小姐来退婚了，家主让您赶紧过去。我的妈！我这是穿越了！我去，真穿越了！这不是梦。少爷，我知道天元宗来退婚，您现在肯定很难过，但是你也没必要如此虐待自己。谁说我难过了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终于不用学习了，终于不用怕考不上大学了。少爷受了太大的刺激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应该是个废物吧？少爷，您千万别这么说自己。少爷今天是怎么了？他以前从不承认自己是废物的。看来我猜对了，我果然是个废物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少爷，你啊！老头，快出来！我知道你肯定躲在我体内的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少爷被夺舍了。应该啊，废柴流开局应该给我配一个特别牛逼的老师傅才对。没有牛逼的师傅，金手指总得来一个吧？连个玉佩玉板这都没有，系统来一个也行啊。系统面板呢？菲儿，你怎么了？没被夺舍啊？我去，这是我爹，这么帅！你应该是我爹吧？我不是你爹，难道你是我爹？随口问问嘛，干嘛这么大火气？看来我这老爹脾气不太好啊。爹，我以前一定是个绝世天才吧？应该是中途才变成废物的吧？嘿嘿，我应该和斗破的萧炎差不多，中途才废。你一直就是个废物，从生下来那天就是。这真是我亲爹吗？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你这孩子，人家不就是退个婚吗？至于让你受这么大刺激吗？怎么都开始胡言乱语了呢？儿啊，退就退了吧，你也没必要太难过。回头爹去乌国边境给你买一个漂亮媳妇儿，那里的女子卖的便宜。买一个媳妇儿，瞧不起谁呢？一个不够。好吧，你想买2个也行，爹这些年还是有点积蓄的。这是买一个买2个的事儿吗？叶飞，你这缩头乌龟，有本事你出来呀！怎么，不敢出来见我吗？我知道人家找上门来退婚，你肯定没脸出去见那李若灵。这样吧，这退婚一事，爹来帮你解决便是。他们想退婚，就让他们退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今天你损失1个，回头爹帮你买2个，你还赚了1个。恶猫的，这账还能这么算？李宗主，李大小姐，我儿身体抱恙，至于你们李家退婚一事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你们想退就退。此事的确也不能怨你们李家，要怪只能怪我儿太废了。唉，看来他也只有去乌国边境买媳妇儿的命了。这老小子，你答应退婚就算了，补那么一句干锤子，非得给自己加点戏吗？如此最好，算你们父子还比较识相，否则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同意呢。我去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妻，很带劲儿啊！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，怎么不想退婚呀？不想退婚，你求我呀！就算他跪下求你都没用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你这废物，哪一点配得上我孙女李若灵？其实你们想退婚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总得给我一点补偿，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居然还好意思要补偿？灵儿，这废物想要补偿我们给他便是，现在的重点是要尽快拿回订婚契约，这才不会影响你的前程。哦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至于补偿嘛，你过来，这事儿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说。有事直说，离你太近我恶心。去吧，看他到底要何补偿，赶紧把他打发了，我们好赶回天元宗去，宗内还有很多事等我回去处理。混蛋，你若真想要补偿，既然开口了，你就多开点，不然你就是不尊重我。零食、丹药、法宝，我家多的是，随便开吧。他也太瞧不起我了，我会这么俗，要这些身外俗物吗？你要退婚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总得陪我一个媳妇儿吧。我要求也不高，跟你长相身材都差不多的就行。灵儿，不管他提了什么要求，答应他。什么？我让你答应他，
以如今我李家的实力，他什么要求我们给不起？可是，爷爷，他到底要你补偿什么？他，臭小子，你刚才到底对他说什么了？你可别胡来！如今的李家如日中天，我们可惹不起啊！我没说啥呀，我就说如果非要退婚的话，得把叶家所有房子全都翻修一遍，翻修好了我就退婚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？行。灵儿，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我不是说了，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都叫你答应他吗？不就是翻修宅子吗？这对于我们李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？叶丽婷，明日我便安排人过来翻修你们叶家宅子，我们走。你，蠢货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你留宿一晚，退婚之事日后再说。儿啊，你刚才一开始到底跟李家大小姐说啥了？肯定不是修房子的事儿吧？我跟他说要退婚也行，但是他得陪我一个媳妇儿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那么说的确让你挺丢脸的，不过我也只是想恶心一下他罢了，也并不是真的。你怎么那么笨？既然都开这口了，为何不干脆要他陪你两个？啊？这样爹就不用去乌国边境帮你买了嘛，能省一大笔钱呢。我去，他是因为这事骂我笨？小子，你刚才那句日后再说用的很好，以后别乱用了，弄不好会没命的。哦，哎，儿啊，人家想退婚就让他退嘛，干嘛提那种要求？搞得好像我们叶家连翻修房子的零食都拿不出来似的。叶家好像还真他娘拿不出来啊！叶家这么穷的吗？那我还混个屁啊！算了，要把叶家里外外200-300户房子翻修一遍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费了18年，也总算是给叶家做了一回贡献。就这样吧，我先去给家主说一声。200-300户，我去，叶家不赖嘛！看来我们家也是个不小的家族啊！少爷，快把衣服穿好吧，你本来就身体不好，小心别着凉了。你是我的暖床丫鬟不？少爷，你……我勒个去，连个丫鬟都嫌弃我，我他妈是有多废？少爷，进屋去吧，我给你梳头发。走。我爹都那么帅，我能差到哪儿去？少爷，什么金手指都没有也就算了，没事吧？还让我长得这么丑！老天爷，你给个这种天崩开局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这让我以后还怎么混啊？少爷，我先去给你打水洗脸。洗脸？呵呵，这张破脸还有每天都洗的必要吗？节约点用水吧。儿啊，别再因为退婚的事难过了，爹答应你，过阵子就去乌国边境给你买个媳妇儿，不，买2个。爹，我真是你亲生的吗？这事你知道了，谁告诉你的？爹，那我亲爹亲妈呢？他们是不是全都失踪了？死了。我操，全对上了！一般这情况，我亲爹妈都不是真死了，他们绝对有什么奇遇和背景。等我崛起之后，他们就会出现，帮我一统这片大陆。这才符合废柴流开局嘛！我看着死的，你爹是死在我怀里的，你娘是死在我夫人怀里的，他们都是我们亲手埋的。那我爷爷奶奶呢？你爷爷在你爹只有3岁的时候就死了，至于你奶奶，她生你爹的时候就难产死了。那我还有没有外婆啥的？儿啊，你就别问了，你家就剩你一根独苗了。你家是被诛九族了，鸡犬不留，鸡蛋摇散黄，蚯蚓对半劈的那种，懂不？不过你放心，你这根独苗，我们一家人都会用命来守护。别忘了，你爹我叫叶丽婷，我一定会力挺你的。你不提你名字，我还不是很绝望；你一提你名字，我就泄气。唉，走吧，家主让我带你去见他，你为叶家争取来的翻修房子的事儿，应该让他挺高兴的。爹，你在叶家地位如何？地位？我在叶家哪有什么狗屁地位？爹，你别谦虚嘛。我谦虚？儿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天罗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叶家有3大废物，你跟我就是其中2大废物。大家都是半斤八两的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相互谦虚的那个必要吗？搞得谁不是废物似的。那叶家还有一个废物呢？你爷爷。
咱这废物是祖传的。还有个废物就是我爷爷。对啊，叶家三大废物嘛，你、我爹，这不正好吗？我又不是你亲生的，这算哪门子祖传的？可能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吧。你要不是个废物，可能还不会成为我的义子。这应该是废物之间的缘分吧。爷爷现在人呢？儿啊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问东问西的？你该不会是昨晚被叶璇他们把脑子给打坏了，失忆了吧？叶璇？这叶璇怎么更像是男主的名字？难道我不是主角？叶璇是谁？你连他都不记得了？哎，看来你是真失忆了。至于叶璇，你还是不要想起他为好。为什么？他就是那个以前见你一次揍你一次，一路把你从小揍到大的叶家天才。见我一次揍我一次，还从小揍到大，你都不帮我的吗？我帮你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小时候也是被他爹这么一路揍大的。我要帮你了，他爹岂不又得揍我？儿啊，你都算好的了。当年我被叶璇他爹揍的时候，可比叶璇揍你很多了。最高纪录，我被叶璇他爹一天就揍了8顿。你一天被揍8顿，你爹当年都不帮你的吗？你爷爷，呵呵，他也是被叶璇爷爷这么一路揍大的。干得漂亮！再说了，叶璇他爷爷可是叶家族长，叶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手里。我敢帮你，你爷爷敢帮你？你一个人挨揍，总比我跟你爷爷陪你一起挨揍强多了吧？你说的好有道理，爹。那我明天想当监工这事，按理说我这么废物，家主肯定不会把监工这事交给我吧？儿啊，承认自己是废物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突破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这一点你现在已经做到了，爹很欣慰。我说老爹，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也不用这么直白吧？我也是实话实说嘛。不过至于你想当监工一事，倒也未必一点机会没有。这件事我若是跟你二爷好好说说，你还是有机会当监工的。毕竟他可是我亲堂叔，你得叫他二爷爷，他一直都很关照我们。这家主看来挺靠谱的，莫非他就是我在叶家的靠山？都别偷懒哈！你少废话，赶紧干活！我要不满意，你永远别想拿到婚书。晚辈叶丽婷见过家主。晚辈叶飞见到家主。你他妈跟我学啊！我们只弟一个辈分，可以行抱拳礼，你们孙子辈得行跪拜礼。我们是见过家主，你见个屁啊！你要叩见家主。见个屁！丽婷，你这屁是指我吗？没规没礼的野种！丽婷，既然李家已经决定退婚了，这小子也就没有留在叶家的必要了，让他立刻滚出叶家吧。这就你说的，他一直很关照我们。有我在，别慌。二叔，求您开恩，留下这孩子吧。这孩子的命够苦的了，若把他赶出叶家，以他的智商，肯定活不过2天。凭什么说我活不过2天？万一我活了3天呢？你应该很清楚，他在叶家至今还没被赶出去，是因为当年你爷爷叶枫与李家李沧海帮他签过一份约，我们叶家要借助这小子来与李家交好。既然现在李家已经退婚了，他就再无任何利用价值，还不将他逐出叶家，留有何用？可是我们叶家有你跟你爹这2个废物，已经很丢人了。怎么，你是想继续留下这个废物，怕拆散你们这叶家3剑客吗？3剑客。二叔，你的意思是，非要把他逐出叶家，没得商量了？没得商量。二叔，如果你一定把他逐出叶家，我就跟他一起离开叶家。小子，别担心，有老爹我护着你，你不会被赶出叶家的。虽然他废物了点儿，但保护我的决心还是很感人嘛。李婷，这可是你主动要求的。来人，盯着这2个废物回去收拾东西，马上让他们滚出叶家。哦，叶氏2大废物终于走喽！二爷在家主职位待了那么久，总算是给叶家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是啊，叶家这2大废物一走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3天2头给我们叶家丢人现眼了。滚得越远越好，
以后出去别说你们是叶家人，他们刚刚已被族长从族谱中除名了，现在他们还有脸说自己是叶家人吗？他们也配！他日若是龙得水，定叫长江逆水流。行了行了，我们走吧。什么长江短江的，就我们爷俩那修为，顺水流都费劲，你还逆水流呢？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皇朝不丈夫，我自横刀向天笑。什么皇朝鸟朝的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紧走吧。今日你们看我不起，他日你们高攀不起。莫欺少年穷，莫欺中年穷。都快走出1里地了，他们听不着了。小子，你刚才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听着挺霸气的。下一句是什么？谁让你刚才不让我说完的？后面的老霸气了，是吗？说来听听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笑完我就去尿尿啊！笑完尿尿？对啊，尿完我又拿起刀，我再横刀向天笑。臭小子，你耍老子！嘿嘿嘿，开个玩笑，这不是看你被叶家赶出来了，心情不好吗？被叶家赶出来，老子会心情不好？从小到大，我没被赶出来100回也有80回了，早习惯了。爹，不好意思，害你被叶家赶出来了。傻小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害我又不是1次2次了，你该庆幸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不然你早被我弄死了。好吧，你赢了，当我刚才没说。话说老爹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以前每次我一个人被赶出来，都是直接去青楼醉生梦死几天再说。这回是我们爷俩一起被赶出来的，我总不能带你去青楼吧？嘿嘿，爹，这个可以有啊，带我去见见世面呗。休想！哎，我也是嘴欠，还想跟老爹一起去青楼，他不抽我才怪。万一我们看上同一个女人怎么办？啊，他是因为这事才抽我的，他早说呀，我可以让他先挑的吗？别愣着了，快走吧。哦，回头我带你去找你爷爷一个老朋友，若是他肯收你为徒，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参加2年后天玄学院的选拔呢。我操，爷爷那个朋友很厉害吗？难道爷爷这个朋友才是我的金手指？嘿嘿，可算看到一点希望了，这回应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？只要那个老头肯收你为徒，你就能去天玄学院了。走吧，去找那老头，路程远着呢，我们得去城里多备点路上的干粮。爹，等拜师成功后，我有机会成为剑仙吗？就你这废物体质，能跟着他学个一招半式，留着保命就不错了。你还想当剑仙？你当剑人还差不多。哼，小小叶家竟敢看不起他，可知不久之后，你们最后悔的事便是将他逐出叶家。殿下，您已经盯着这幅画看了快3年了，这画中之人到底何许人也，竟让殿下如此牵挂？你不懂，3年前师尊说过本宫命中有绝世天劫，你别看此人奇丑无比，他乃本宫命中贵人啊！他不仅可助本宫度过那场大劫，还能帮本宫一步登神。殿下刚才所说的被逐出叶家之人，莫非就是此人？殿下，可需我立刻派人将其保护起来？不必，本宫命中贵人何须刻意保护？是，不过稍微给予一点相应的帮助，让他进步快一些，还是可以的。白灵，去将此画让宫中画师临摹10万份，发给下界各大宗门及各大家族，传令下去。若见此人，如本宫亲临。爹，还有多远呀？你不是说天黑前能到吗？天都黑这么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换平时我一个人赶路的话，这个点我在城里花酒都喝完几壶了。你在外面喝花酒，我干娘都不管你吗？哪来的干娘啊？你不是说我亲爹亲妈就是死在你们2口子怀里的吗？哦，对，那会儿你是有一个干娘，后来呢？跟人跑了。啊？还不是因为我太窝囊了，她跟着我受气，就跑了。爹，你别难过，你不是答应我回头给我买2个媳妇儿吗？到时我分你一个，不过你得让我先挑。滚！嘿嘿，开个玩笑嘛，我出的钱，凭什么你先挑？我操，原来他生气是因为这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先挑行了吧？嘘，别说了，前面好像有人打架。爹，那2个男的修为怎么样？跟你比谁厉害？2个都是小小的先天境，当然不如我了。太好了！这世界的武力体系由低到高是后天境、先天境、地元境、天元境、丹元境、浑元境、真元境，这是凡人7境，再往上就是仙境和神境。你爹我现在是地元境，像我们这样的废物，了解一下凡人7境就行了，别的不用去想了，这辈子都没指望。好什么？爹，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上啊！这么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，难道就这么错过了？英雄救美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干的事儿，我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年纪了。我就是叫你帮我英雄救美啊！你让老子帮你英雄救美，不然呢？万一别人待会儿为了感谢我，对我以身相许呢？你还能少给我买个媳妇儿，
我这不也是为了帮你省钱吗？好像也是这么个理。你们一定会不得好死的。就算我们不得好死，你也看不见了。住手！美女姐姐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就你，小杂种，一点修为都没有，竟敢学人英雄救美！少废话，赶紧一起杀了，好回去复命。美女姐姐，你别怕，我爹很厉害的。不想死的立刻滚！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动手！我操，爹，原来你这么厉害啊2个小毛贼而已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叩谢恩公救命之恩，大恩无以为报。小女子秦凤愿以身相许，一生一世伺候恩公左右。我晕，不是我先冲出来英雄救美的吗？这他是以身相许了，可他妈却许给我爹了。这你要以身相许可以，你许给我儿子吧，我已经有妻儿了，不便纳妾。他答应了，实在太好了。小女子甘愿一世当牛做马，在公子身边当一名使唤丫鬟，伺候公子一辈子。我爹长得帅，你就以身相许，轮到我这儿，你就当牛做马要当丫鬟了，太打击人了。这行了，你先起来再说吧。恩公，求你收下我吧。若恩公嫌弃凤儿，凤儿给您当丫鬟也行啊。若是恩公不答应，凤儿便长跪不起。这意思是，丫鬟都不愿给我当了呗？唉，长得帅真麻烦。儿啊，你也看见了，不是爹不愿帮你，是人家不肯跟你。要不爹就勉为其难把他收了。随你吧。行了，你起来吧。主人，你答应我做你丫鬟了？做什么丫鬟？做夫人！老天爷，我好歹是穿越过来的，你这么对我真的合适吗？夫君，你好坏。对了，夫君，他真是你亲生儿子吗？为何你们相貌差别如此之大？他当然是我亲儿子了，你别看他长得丑，其实他还是很有孝心的。我不行，都是这张破脸惹的祸。回头进城了，我一定要买副面具戴上。儿啊，我知道你对自己的样子很不满意，其实男人只要实力足够强大，不用太在意长相了。哼，虽然你想有我这么帅是不可能了，但等爹带你去拜师成功后，你可以疯狂修炼，专心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完善自己的内在美嘛。你要会安慰人就安慰，不会安慰的话，下次就别安慰了。这老家伙。我那新妈呢？你不叫她下来吃饭，天一亮就走了。走了？她去哪儿了？唉，都怪我。怪你？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昨晚太臭小子，你干嘛？不吹你能死啊？少废话，赶紧吃饭，吃饱好赶路。叶飞呢？李大小姐，叶飞昨天就被我们叶家逐出家门了。你说什么？叶飞被逐出叶家了？没错，李大小姐，我是这次你们李家翻修我叶家房屋的监工。李大小姐有任何事都可直接与我商量，我全权负责。你当监工？没错，毕竟叶家除了我，还有谁有资格与李大小姐一起来当这个监工呢？你觉得你就有资格了吗？你这个监工要当也应该是由叶飞来当，是他帮你们叶家争取来的翻修房屋，否则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叶家，以你们如今的实力，有能力翻修几百间房屋吗？你们不仅不懂得感恩叶飞，居然还将他逐出叶家。你们叶家最好马上把叶飞用8抬大轿请回来，否则翻修房屋一事就此作罢。大小姐，你为何还要让他们把叶飞寻回叶家？他若不回来，
我们就不用支付这笔高昂的翻修费了，岂不能省下一大笔开支？三长老，你别说了，我意已决。唉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来到叶家处处被人欺辱。虽然他很丑，有时还很讨厌，但他被逐出叶家，皆因我李家退婚。我李若灵可以嫌弃他、讨厌他、欺负他，但直到现在，他依然是我李若灵名义上的未婚夫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。爹，这回没骗我了吧？真的到地方了吧？这回真到了。爹，一路上你把这老头吹得天花乱坠，他真有那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听你爷爷说，这位老前辈以前可是我们这一片星域的顶尖强者，只是后来为情所困，退隐江湖了。为情所困，退隐江湖？既然他那么牛逼，为什么你不早点把我送过来跟他学艺？那不行，你爷爷说了，必须等李家退婚之后才能带你来找他。啊？难道必须李家退婚才能触发机制？看来我即将拜师的这个老头很靠谱啊！闹了半天，原来我的金手指在这儿啊！走吧，天黑前我们必须赶到千仙宗，不然又得在外面过夜了。好。等我叶飞下山之日，就是一飞冲天之时。爹，那里应该就是千仙宗吧？千仙宗一听名字就很牛逼啊！爹，这个宗门以前是不是出现过1000位仙人，所以才叫千仙宗？也有可能是他们宗主曾经被1000位仙人揍过吧。1000位仙人揍过，还能把宗门延续下来，难道不牛吗？没毛病。还钱！再不还钱，今天我们就把你这里一把火给烧了！没错，今天要是还不把债还清楚，我们就一把火烧了你的宗门！有人上门要债？爹，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你不是说千仙宗很牛逼的吗？怎么可能还有人上门催债？唉，我哪知道，我也没来过。我对这里的了解都是从你爷爷口中得知的。自从你爷爷疯了之后，他说的话就没人相信了，也就我还能听得进去一点他说的那些胡话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爷爷是疯了之后才说让你把我送来这里学艺的？可不，他要不疯，能让我把你送到离天罗城千里开外的千仙宗来？正常人谁会让你跑这么远来学艺？完了，疯子的话他也信。儿，站住！还想跑？追！儿，你别跑！让一让，快让一让！你们是千仙宗的弟子？不是，我们也是来要债的。这老小子还挺机灵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一起追啊！今天可不能再让这老头跑了。好不容易堵到他一回，再让他跑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。爹，你别告诉我刚才那老头子就是你说的爷爷的老朋友，我的这片星域的顶尖强者师傅。嘿嘿，果然疯子的话还是不能信是吧？现在知道疯子说的话不靠谱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害我白走了上千里路。我们不来也不知道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嘛，总要碰碰运气对吧？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放心，爹肯定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跟那个老疯子学艺的。谁是老疯子？你们是叶长生的什么人？前辈认识我爹？你是叶长生的儿子，那么你就是叶长生的孙子叶飞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快，你带了多少灵石？借来用用，明天就还你。我得把欠这群人的债处理一下，省得他们每天上山来骚扰我。你还我！你们叶家不是以前的天罗城4大家族吗？你怎么这么穷？出门只带了200-300块灵石，出来行走江湖，你不带个12000-8000灵石，你是怎么敢出门的？你是带你儿子来拜我为师的吧？就带这么点灵石过来，还想拜老夫为师？做梦！前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拜师的，你快把灵石还我。算了，看在你爹的份上，这点灵石就当做定金吧。你赶紧回去拿钱，他就先留在千仙宗吧。啊，瞬移，单元境才能施展的瞬移，原来爹这老朋友还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啊！前辈，
你要多少灵石才肯收他为徒啊？每月500，先见灵石方才受益。每月500，我就算没被叶家赶出来，1个月也才20灵石的工资啊！兄弟，本想帮你儿子一把，可我实在帮不起啊！前辈，看在我爹跟你是老朋友的份上，少一点吧。别提你爹，一提到他我就来气。现在涨价了，600一月，少1分免谈。啊！爹以前还说出去要遇到什么事就报他名号，以后可不敢乱报了。前辈，这是1000灵石，你先让我儿学2个月吧，2月之后我定会把后续灵石按时给您送了。叩见前辈。那我便先教他2个月吧。移形换影，浑元镜，我的天哪！我爹没骗我，他果真很强啊！菲儿，你放心，为了你，爹就算铁杵磨成针，也要想办法让你在这里多学几年。小子，能拜入我千仙宗门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荣幸？牌匾破成这样了，你都换不起，我还荣幸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师傅了。至于拜师的环节，我们就一切从简，直接免了吧。记住，你师傅我的道号乃千仙散人，不过一般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王二狗。以后出门若是被人欺负了，尽管大胆的报我名号。天仙散人，王二狗，呵呵，天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还报你名字，报你名字腿打射是吧？走，必须离开这鬼地方。那个，前辈，叫师傅。好吧，师傅。话说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解开穴位，再给我介绍那些不迟？那不行，万一你跑了怎么办？啊？难道他还会读仙术？知道我想跑？为何要戴面具？我千仙宗弟子必须光明磊落、坦坦荡荡，要以真面目示世人，不许佩戴面具。算了，还是戴上为师看着舒服一些。为师特许你可以时刻佩戴面具，且未经为师允许，不许擅自摘下面具，以免吓跑我千仙宗其他弟子。叶长生和他儿子都挺英俊潇洒的，这一代怎会如此之丑？他肯定不是叶老头亲孙子吧？叶长生他儿媳红杏出墙了？喂，老头子，你打算就让我一直站在这里吗？你叫我什么？师傅，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里站一晚上吧？此乃你进师门所学第一课，守夜。守夜？晚上要是有人来要账，你记得大声叫我，我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爹！别叫了，你爹回去了，他已经付过钱了，让你再次跟我学1、2月。这孩子肯定是知道我为了凑钱供他求学很不容易，被感动坏了吧？儿啊，不必那么感动，谁让我答应过你爹，要永远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的呢？师傅，求你了，给我解开吧，我腿都麻了。怡红院的芳芳，醉仙楼的阿彩，丽春院的小菊，还有那个谁，28号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们当初可全都说过，只要我有困难，你们一定会帮我的。这回我儿在千仙宗学习多久，可就全靠你们了。师傅，求你了，给我解开吧，我腿都麻了。师傅，王二狗，你聋了吗？有本事你直接弄死我啊！武侠小说里面点穴，不是1、2个时辰就会自动解开的吗？现在已经到半夜了吧？这都过去7、8个小时了，为什么我的穴位还没自动解开啊？孩子，你怎么搞成这样了？你还有脸问我怎么搞成这样？你是老年痴呆吗？不是你把老子点穴留在这帮你守夜的吗？我让你帮我守夜，也没让你在这里过夜嘛。你就不知道自己冲开穴位回屋睡觉吗？你这孩子咋这么实诚呢？我要自己会冲开穴位，还用你说？啊？叶家什么都没教你吗？就连冲开穴位这种最起码的技能你都不会？我要在叶家学到本事了，我爹能把我千里迢迢送你这儿来。唉，可怜的孩子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煮了粥，进屋喝碗热粥暖暖身子。
孩子，赶紧喝碗热粥暖暖身子，就没那么冷了。好喝吗？再来一碗吧。这老头虽然不靠谱，欠了一屁股债不说，也明显不像是什么高手，但人还挺不错的，似乎没我昨晚想的那么坏。我亲手煲的粥，师傅再给你来一碗，尽管喝，锅里还有，管饱。谢谢师傅。这是什么粥？太好喝了！此乃为师独创的千宝粥，乃是用1000种稀有灵药熬制而成，喝一碗能增加10年功力。啊，这么牛！看来这师傅还有点东西的。我来对地方了。叶丽婷他爹诚不欺我。当然，一般人一辈子也喝不到。师傅，你自己怎么不吃？你也吃啊？我不着急，等你先吃好了，我再吃。这老头儿原来这么善良，怕粥不够，竟然让我先吃饱他才吃。师傅，我吃饱了，你快吃吧。真的吃饱了？感觉怎么样？吃饱了，感觉可香了。有没有觉得少点什么味道？没有啊，非要说的话，感觉少了点盐，味道有点淡。痛！师傅，我肚子好痛。痛就对了，我就说嘛，我硬是觉得今天好像少放了一味药，果真如此。啥意思？哦，原来是百仙草忘记放了。这回味道对了。徒儿，刚才忘了给你说了，这千宝粥虽好，但最大的弊端就是少放了任何一味药便会奇毒无比。哎，师傅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总是少放药，委屈你了。老不死的，原来你是在让我试毒呢！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千宝粥喝一碗能增加10年功力，你不也没吃亏吗？若不是今天我觉得我好像少放了一味药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呢。这可是能帮你洗筋伐骨，让你今后万毒不侵的宝贝，多少人跪着来求我都喝不上一口呢。正道！我操！哎，正道，吃早饭了。他叫王二狗，这狗却叫正道。尼玛，刚才他给我用的还是这大黑狗的碗，千宝粥舍不得给我吃，他妈给狗吃！正道，他来了，以后就不用你先帮我尝粥了。我在他面前还不如他这条狗呗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他用过你的碗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都还没嫌弃用了狗碗，你还嫌弃我咋地？千宝粥2碗，20枚灵石1碗，共计40。我操！喝2碗毒粥还要收钱，这老头子真的好坑啊！叶丽婷，你把我推进火坑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对，这不是火坑，这是天坑啊！哎，看在叶老头的份上，还是给你点解药吧。百仙草解毒1次，灵石50。喂，老头子，喝毒粥记账我就忍了，给我解毒你也记。我不是因为你才中毒的吗？有你这么坑人的吗？没错啊，你是因为我中毒的，但中毒我没记你账，我只记给你解毒的账啊。解毒不得浪费我的灵药吗？灵药不要钱的，你中毒我要还收你钱，那为师成什么人了？中毒免费，那喝粥呢？我爹没给你交钱吗？你爹是交钱了，但他交的是你的学费，你在这里吃喝拉撒睡，这些生活费当然要另算了。哦，对了，昨晚住宿费差点忘记了。什么？昨晚我在门口地上睡了一宿，差点活活冻死，这你还要算住宿费？睡门口地上，那就不是我千仙宗的地盘了吗？你千仙宗门口地上住宿1晚，灵石2枚，住外面给你打了个5折，现在没话说了吧？我谢谢你啊，你爱怎么记就怎么记，你慢慢记吧，我走了。你去哪里？老子不学了，就算你是再牛逼的世外高人，我不跟你学了还不行吗？正道，大爷！啊！哎，你瞧瞧这事儿搞的，你爹要看到你这个样子，那该多心疼啊！我给你治治吧。胡血膏2两，20灵石，续命草5钱，8枚灵石。哎，可怜的娃，你体内那玩意儿虽是绝世珍宝，可也害你不浅啊！得亏你爷爷帮你封住了7经8脉，否则你早就死了800回喽。正道，以后下嘴可以再狠点，得多给他放血。这小子体内的血已经坏透了，得给他把血慢慢全部换掉才行。小王八羔子，当年答应你爷爷收你为徒，我可真是倒8辈子血霉了。就你这身体状况，
我坑你1年灵石也买不到为师这颗丹药。别看了，我给你用的都是世间罕有的上等灵药，不仅药到伤除，且不会留下任何疤痕。这药这么神奇吗？只是医药比较贵而已。医药费？对啊，早上你被正道咬伤后，给你用什么药，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呢。你自己看看吧，省得你说我乱记。放狗咬我，然后给我上药，再收我钱，完美闭环。小子，听为师一句劝，以后别再跑了。你爹钱都交了，我要言而有信。你乖乖留在这儿别跑，我还能多挣点生活费和医药费。你要跑了，我这笔外快不就打水漂了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执意再跑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有能耐你让正道也别拦着我呀！老天爷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哪个穿越者不是混得风生水起，轮到我这儿却给我一个这样的巅峰开局。拿好你的东西，跟我走，我去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现在当着这老东西的面肯定是跑不掉的，回头再找机会吧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啊？这哪是人住的地方？昨晚睡门口都要2颗灵石，还打了5折，意思是住这儿都还要4颗灵石一晚呗？这里就这么个条件，你将就一下吧。那间屋子你就别想了，那是正道的。我在千仙宗的地位还不如一条狗呗。想做人上人，就得先别把自己当人，否则你不仅在千仙宗不如一条狗，以后走出去不管在哪里都会活得不如一条狗。你先推门进去看一看吧，实在不满意，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转转。损坏上等工匠精雕细琢的金丝楠木大门一扇，赔偿灵石100枚。难怪他叫我推门看看，原来在给我挖坑呢。就是一扇普通的破木门，还上等工匠精雕细琢金丝楠木，我上等你祖宗！孩子，你别愁眉苦脸的嘛，灵石的事我又不会找你催债，怕什么？回头我会找你爹算账的。行了，我看其他屋子也没有继续看的必要了，你就住这儿吧，抓紧收拾，把你不要的和坏了的东西全清出来，我得回去做晚饭了。叶丽婷哪来的勇气，敢把我丢在这里学艺？就这么个坑钱法，马斯克来这儿也得被坑的裤衩都不剩，更何况我。不行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这老头子明显是个坑钱的江湖骗子，叶丽婷肯定被他骗了。留在这儿能学到东西，那就见鬼了。今晚必须走。收拾的还不错。必须的，我向来心灵手巧。想当年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还当过劳动委员呢。损坏500年梨花木靠背椅3家，一把30灵石，共计赔偿灵石90枚。我操，师傅，这可是你让我把坏了的东西都扔了的。这几把凳子本来就坏了，我才丢的，这也要我赔钱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了？本来就坏了。对啊，他们本来就是坏的。哼，幸好我留个了心眼，没把那些我没看上的好家具拿出来扔掉，不然非得赔死。谁帮你证他们本来就是坏的？哎，这事儿搞的，你说说，你发现他们本来是坏的就不要动啊，你就不知道先给我说一声，等我过来确认他们本就坏了，我不就不要你赔了吗？记吧记吧，全记上。记吧记吧，全记上。这傻小子得给他上点强度，让他好好见识一下江湖险恶，不然就这点脑子，以后一城下山在外面能活几天？损坏800年铁力木桌面1块，赔偿灵石50；损坏1000年紫檀木匣子1个，赔偿灵石200。爹，你最好保佑我能顺利跑掉吧，否则下回你过来接我，把你自己抵账都不够赔的。好了，吃饭去吧，饭菜我都已经做好了，就等你开饭了。不吃，我怕中毒。晚饭又不是吃千宝粥，没毒。我吃不起。吃饭不要钱，早上你喝了千宝粥，今天的饭钱你已经付过了。你这孩子把师傅当成什么人了？为师又不是什么都要收钱的，真的。为师怎么说也是鼎鼎有名的一代宗师，说话向来一言九鼎，我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吗？你爱吃不吃？
要不去吃一点？不吃饱，晚上哪来的力气逃跑？怎么又想通了？说好的晚饭不要钱的哈。今天你第一天来，被正道咬了几口，加上下午又收拾屋子，为师就没给你传授武艺。吃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开始教你如何修炼。我要你教个屁！老子今晚就溜了。正道，来，你也吃。师傅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先回房休息去了。等一下，你着什么急嘛？我们先算算账。你不是说晚饭不要钱吗？我是说过晚饭不要钱，但我只说饭不要钱，谁让你馋嘴要吃我的菜了？饭菜还带分开算的？这可不是师傅不讲理。你看这4个菜，每一个都不是一般人能吃到的凡物，我得到他们费老大劲了，难道你还想白吃吗？50年份天琴，你吃了5根，1根20灵石，共计100。还有按根算的吗？还有按根算的吗？当然，这肉还得按片算呢。得亏今天没有炒肉末，不然这老畜生岂不得跟我按粒算？100年血狐肉，你吃了15片，共计150灵石。60年粉灵山琼玉白菜，你吃了3片，60灵石。这不就是普通白菜？什么60年份灵山琼玉白菜？你蒙谁呢？哼，这白菜是我20岁那年亲手种在后面灵山之上的，它乃吸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所生。我今年80了，正好60年，我能记错吗？那这盘总该是普通的小鸡仔了吧？这盘菜相对来说的确要普通一些。还好有正常的。野生30年份飞云鸡，你吃了10块，算你5枚灵石1块吧，共计50灵石。啊！你这明明就是家养的小母鸡，什么野生飞云鸡？你咋不说野生凤凰？你这孩子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鸡就是鸡，怎能说是凤凰呢？你不是为师说你做人要正直，你这品行可不行，以后出去闯荡江湖会被人看不起的，你要改啊！我品行不行，你搞清楚，现在是你在坑我钱，不是我在坑你钱。你居然还有脸说我会被人看不起？你觉得你去闯荡江湖就有人看得起吗？闯荡江湖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干的事儿，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闯什么江湖？我早就已经无所谓了。我现在就想一心搞钱养老。得嘞，我就认命吧。昨天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么多人逼债，正好我爹给他送来一个徒弟，他不把我往死里坑才怪。你放心吧，你师傅我做事还是很有原则的，在我这里童叟无欺，我是不会乱收费的。老东西，这还不叫乱收费？这鸡是我50岁那年买回来放生的，我一直都叫它飞云鸡，有问题吗？那正道刚才也吃了那么多，我吃1块你就给他扔1块，你怎么不找他要钱？正道吃的我自然会找他算账，他的钱又不要你付，你管他干嘛？你是他爹呀！你是他爹呀！你记，全记上！你干嘛去？天黑了可别乱跑啊！山里野兽多，回屋睡觉。正道，来，你多吃点，你放心，我又不要你钱。那小兔崽子，我记他几笔账，居然还不高兴。他好歹是个人，居然跟你比。确实，我是人啊，跟一头畜生比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跟你比？什么档次？他也配？咦，那老东西和正道都在屋里，我现在走岂不神不知鬼不觉？老子走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拜拜了您嘞！呸！记账，就知道记账，喝毒粥也记，吃菜也记，这么缺德，活该你7老8十了，连个后代都没有。你这种人不断子绝孙，谁断子绝孙？啊！夹子，他他妈在门口装捕兽夹子干嘛？救命啊！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难道我真的不是主角吗？就这天崩开局，萧炎和韩泡泡来了也得死翘翘吧。哎，可怜的孩子，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晚上山里野兽多，让你别瞎跑吗？这后门黑灯瞎火的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我这不是刚吃完饭想散散步，
顺便熟悉一下宗门环境吗？熟悉环境，你背着背篓干嘛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下次你想熟悉环境，叫我和正道给你带路嘛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还敢乱跑？不加你加谁？师傅，你在门口放个捕兽夹子干嘛呀？何止一个呀！哎，这事儿怨我，刚才忘了跟你说，山里野兽多，我在后院这一片放了上百个夹子。上百个夹子，夹的还挺深，得赶紧止血。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这不是白给我送钱吗？咋不把夹子卖到我房门口，卖到我床前去？我他妈送的更多！正道，快带他回屋里上药。正道，你慢点儿，没看到他腿上拖着夹子吗？二狗子，从昨晚到现在，你可算说了句人话了。咋的？良心发现了？你还知道我很疼啊？把我的夹子磕坏了怎么办？他心疼的居然是夹子。止血散1两，30灵石；断骨草半斤，100灵石。还好你踩的是小夹子，要是踩到老虎叉，腿直接就断成2截，我可接不上喽。你，肉身之痛，不过是修仙路上最寻常的苦楚罢了。后山有没有野兽我不知道，这夹子绝对是王二狗为我量身量腿定制的。对了，还有一笔账差点忘了记，捕兽卡子磨损费灵石5枚。我特么，还要卡子磨损费？竟然这么快好了，不得不说这老东西坑是坑了点儿，但他配的草药效果确实牛逼。对啊，今天没叫我试毒。起来了，我估计你可能舍不得吃我这20灵石1碗的千宝粥，所以就没叫你起来一起吃了。我怎么舍不得？只要你明码标价，别先斩后奏，多少钱我都认。反正是记账，又不要现金，不吃白不吃，能跑掉就跑，跑不掉大不了抵命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叶飞吃了4碗千宝粥，共计80灵石，5行行散解毒，50灵石一次。啥玩意儿？5行散解毒？解啥毒？这就是5行散啊，千宝粥必备的一味药。千宝粥必备的一味药，你为什么不加进锅里？干嘛放这儿？他昨天是不是说过少一味药就剧毒无比来着？意思是我又中毒了呗？的确，平时我都是熬粥的时候就直接加进锅里了，今天我想试试吃的时候再加，口感是不是好一些？你大爷！老不死的，你想赚一波解毒费，你随便记就是了，至于把我这么往死里折腾吗？5行散解毒这笔账还需要记吗？你认不认？我做生意还是很有原则的，一切全凭你自愿。记，这回可是你自愿的，而且还是明码标价，我也没先斩后奏哈。记。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之前要不打岔，用得着抽这么久，吐这么多白沫吗？哎，你看你把我这屋里吐的，跟下雪似的。哎，看来是时候下点猛药了。知道你舍不得我给他吃，但他比我更需要我师父传下来的这枚宝丹。来，咱爷俩再好好闻闻这丹香，这可是最后一次闻了，以后可就再也闻不着这么好的丹香喽。哦，原来是手的问题，丹没事，还以为丹过期了，吓死老夫了。去年3月洗的澡，这么快1年半了。近期是该抽时间洗个澡了。哎，攒了那么久舍不得吃，居然要便宜这小子了。果然九转宝丹只配有缘人啊！叶老头啊，叶老头，你这个坑果，当初答应你收下这孩子，真是被你坑惨了，把我这颗九转宝丹都坑没了。哎，若是外界有人知道这世上竟然还存世着有一颗九转宝丹，修真界恐怕早就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喽。攒了那么久舍不得吃，居然要便宜这小子了。果然九转宝丹只配有缘人啊！醒了，把地板上的卫生搞干净。你刚才不是计卫生费了吗？还要我来搞卫生？我收卫生费是因为你把我家地板弄脏了，那是你赔给我的钱。这地是你吐脏的，你不打扫谁打扫？
少废话，赶紧把地板搞干净，好出去练功。来2天了，今天也该开始让你学点东西了。你是着急记账收钱吧？说吧，教一门功夫多少钱？教功夫的钱你爹已经给过了，那是包月的，不用重新付钱。不收钱？呵呵，你要不变相收点钱，狗都不吃屎了。好好好，你吃，没说不让你吃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先说吧，打算教我什么？价位如何？不是给你说了吗？教功夫不额外收钱，你真以为你师傅我钻钱眼里了吗？我操，你那都不叫钻，什么才叫钻？诶，这插图还有点意思。这小子难道是个习武天才？我这天机大法如此深奥玄妙，他一眼就看懂了，一下就钻进去了。不错不错，千仙宗后继有人了，叶老头的孙子果然非同凡响。这天机大法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领悟的上乘功法，你真看得懂吗？啊！妈的，拿错了，怎么把素女经给他了？师傅，借我再看一会儿呗。虽然上面的字我一个都不认得，但插图挺有意思的。你一个字都不认得？不认得。不懂装懂，还好他不识字，不然可就贻笑大方了。叶家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一个废物？这么好的书你一个字都看不懂，多可惜呀！我要是个天才，来你这儿干嘛？算了，不识字我教你背口诀吧。你去太阳底下盘腿坐好。修道入门，道家修炼重3宝，精气神也。精气神3者乃彼此关联，彼此转化，精化气，气化神，神滋精。记住，刚开始学习吐纳之术，忽必忽尽，息必息满。算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倒要看看这老东西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场地磨损费1日10枚灵石。磨损是挺严重的。我要是在这里做它个1亿年，这青石板肯定能磨出一个坑。还有吗？记上，全记上，可别漏了。今天天气太热了，师傅这一天为你可流了不少辛劳的汗水，这汗水费总要补贴一点吧？特妈待在树荫底下吹了一天凉风，只差冻感冒，流的哪门子汗？但凡你要点高温补贴我都忍了，你居然要汗水费！记上，全记上。你看，师傅今天为了教你修炼功法，这一整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成啊？几个意思？你可是收了我学费的，到头来你还要跟我算蜈蚣费咋的？你怕耽误别的事儿，当时就别收我呀！你要不收我哪用得着遭这罪？你给不给嘛？记上，全记上。还有吗？嘿，其他的就算了吧。我谢谢你啊！今晚我要还跑不掉我跟你姓。小爷不当冤大头了，老东西，你就慢慢记账去吧。孩子，像你这么每日一跑，我怕你爹日后恐怕负担不起你的医药费呀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叶家有的是钱。今天一定要学聪明点，可不能再像昨天那么傻逼了。等下喝粥的时候，他们加啥我加啥，他们加10我都加。为什么你们没事？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和正道喝了一碗药粉勾兑的水。孩子，每天早上这50枚灵石解毒，你是躲不掉的。要不你把每天早上解毒这事儿包个月，我给你打个折，这样你就不用天天中毒了，你能减轻不少痛苦，我也省去不少麻烦。包月？我包你祖宗，叫我包月中毒？你咋不说包年？让老子开个 VIP 会员中毒，我有病啊！你刚才说包月多少钱来着？包。你刚才说包月多少钱来着？我包。1450，这是最优惠的了。才97折，这也叫打折？包年多少钱？干脆给我直接来个包年吧。哼，包月，瞧不起谁呢？以前我在爱奇艺、酷狗一直都是包年会员。酷狗是什么狗？它厉害吗？打得过正道吗？这事儿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直接说包年多少钱吧。包年嘛，这我还真没搞过，
以前你那些师兄师姐最多也就是包月。我操，以前有师兄师姐也是被这么坑的。那我那些师兄师姐人呢？为师把他们全都赶下山历练去了。跑了就跑了，还你都把他们赶下山历练去了。有能耐，你现在把我也赶下山历练去，我就算你本事。你现在才学几天啊？连最起码的呼吸吐纳都没学会，你下山历练什么？去历练怎么被人揍吗？我可丢不起那人。行了行了，我们别扯这些没用的了，你直接说包年多少钱吧。这样吧，包年就按照1年15000零食给你算，直接给你少了2个月，够意思了吧？记上，就包年了。真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啊！小子，这包年可只算早上解毒，其他时间解毒不算啊。师傅，你以后不会午餐或晚餐改吃千宝粥吧？那不能，师傅是那样的人吗？如果你觉得晚上守夜辛苦，想用千宝粥宵夜，为师倒是也可以给你安排。我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今天这千宝粥疗程已经是最后一饭，你吃了9转宝丹，那玩意儿帮你把身体调节的已经差不多了，用千宝粥给你清毒已告一段落喽。后门有夹子，前门有正道守着，翻墙又翻不过去，该怎么逃呢？我们算一下今天的账。我操，这不是天助我也吗？只要爬到树上，顺着树枝到东侧树林里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能离开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了。东侧树林相隔大门那么远，正道耳朵再灵也听不见吧？小子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棵树你最好千万别乱爬，很多人从上面摔下来过。我没事爬树干嘛？我又不会爬树。呵呵，我是爬树小能手，我能告诉你，小时候在农村，谁爬树有我快。老畜生，这回可就真的要跟你说拜拜喽！我操！师傅，救命啊！我怕蛇啊！叶飞，你这大蠢货呀，这都是你自找的呀！老头都提醒过，让你千万别乱爬树了，你还爬树小能手，现在还能不能手了？师傅，救命啊！好大一条蛇！道哥，救命啊！行，这么多天的生死感情，你都见死不救是吧？师傅，救命啊！我怕蛇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我再也不跑了，快来救救我啊！你不是爬树小能手吗？说了那树不能爬，你偏不信。现在好了吧？哎，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嘛？你要说什么好好说，叽叽叽叽，跟个小鸡仔似的。叽！哈哈哈哈！蛇口夺人，一次200，你认吗？叽！哎，都提醒你了，让你千万别爬树，你非要爬，这钱不跟白捡似的。行了，白灵，这是你小师弟，我只让你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你真想勒死他呀？白灵，你回去吧，小师弟怕你。没事吧？你神经病啊！在树上养了那么大一条蛇，你不早说，我最怕蛇了。真被吓坏了，这孩子这么怕蛇吗？哎，看来我得让白灵多帮他练练胆子。出来吃饭啦！真生气了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好小子，还以为你这几天是被白灵吓坏了，不敢出门了呢，没想到躲屋里挖个地道呢。你以为光记账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几天你乖乖把地道给我填满，把围墙给我修好喽。正道，把它挖出来。千仙宗好吃好喝好住的，哪里对不起你了？
在你爹没跟我清账之前，你跑得了吗？记住我们千仙宗天机大法的功法口诀：闭目明心坐，卧固静思神，微摆摇天柱，赤龙搅水金。你特妈要敢咬断绳子，看我师父弄不弄死你！别以为你是他爱狗就能为所欲为，狗终究是狗，你能跟人比？人命关天，懂不？啊！你的账单。老天爷，啥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妈的，今晚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不是我扛着正道下山吃狗肉，就是二狗把我弄去后山风光大葬。妈的，你可算来了，看老子不敲碎你的狗头！看老子不敲碎你的狗头！妈的，老子手都震麻了，他还能活？我操！挑衅我！王二狗，我操你大爷！你太不是人了！你坑了老子那么多钱，你给他都交金钟罩铁布衫，不给我交！道哥，今晚我陪你练了这么久的金钟罩铁布衫，意思一下就行了呗。醒了，你看好了。我操！昨晚被咬太狠了。他终于良心发现，要亲手屠狗替我报仇了。看到没？我早就说了，你终究只是一条狗，而我是人。你把我咬太狠，我师父能放过你？我特么，原来他不是屠狗，他是秀肌肉呢。合着昨晚我拿棍子对着这位狗狗界的钢铁蹄敲了半天。小子，看见没？正道从一出生就是跟着我吃各种灵物长大的，早已练就了一身铜皮野骨。想用普通的刀枪棍棒伤正道，呵呵，你还是省省吧。这菜刀是为了给你演示一下正道有多厉害才嫖成这样的。菜刀钱得你出，零食50。谁要你演示了？一把破菜刀50？这菜刀是我爷爷当年用过的，我对他有感情了。神特么有感情了？嘿嘿，师傅。我根据心法口诀修炼，已经能感觉到空气吸入体内后，再顺着经脉游走了。虽然你蠢得像头猪，但也算是步入炼气门槛了。好好学吧，从现在开始，有气入体，记得气沉丹田，不要让它在体内到处乱跑。啊？气沉丹田？丹田在哪儿？丹田就是气海穴。我的祖宗没教过你气海穴在哪里吗？师傅，气海穴在哪儿来着？哎呦，上山1个多月了，丹田在哪儿都还搞不明白，怎么得了哟？就你这天赋，还天天嚷嚷着学成下山，我入土了，你也下不了山。师傅，你啥时候入土？对啊，老头今年都80了，而我才18，算他身子骨比较硬朗，我再熬他10年，还熬不死他。哼，还不快滚去继续修炼！我乃紫炎宗弟子丁大山，跋涉千里，特来切磋。嘿嘿，太好了！上次山下那几个普通百姓来要债，都能把老头追得满山跑。这么壮的丁大山，老头肯定打不过。要是这丁大山把那老东西给打废了，我岂不就可以马上下山，不用等到28了？小子，你过来！啊！有人来踢馆叫我过去干嘛？难道让我帮他进屋拿家伙？呵呵，丁大山那么结实，拳怕少壮，你抄家伙就能打得过他了？
嘿嘿嘿，师傅，有人来踢馆了，快去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我们千仙宗的厉害。哼哼，被这老变态虐待了我1个多月，总算有人来帮老子出口恶气了。哼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学了一点三脚猫功夫就自以为很厉害了。难道这丁大山是纸老虎？老东西好像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小子，他就交给你了啊！你来千仙宗也有1个多月了，是骡子是马也该拉出来溜溜了。交给我？交给我？我上去溜溜？我他妈溜个嘚儿啊！我上去不是明摆着送人头吗？还不快去！师傅，你没搞错吧？我的确是来千仙宗1个多月了，可来这么久，除了被狗咬的经验比较丰富之外，我都学啥了？就连那气沉丹田也是今天上午才刚学会呀！哼，你那些师兄师姐全都不在，难道你想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吗？万一我打输了，千仙宗多没面子！这事肯定稳了。天不亡我，今天终于能下山了。嘿嘿，你不输，我怎么跑得掉？师傅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都没把握叫我上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嘛？你以为我是要你上去打赢他吗？这我可压根儿就没指望。那你还叫我上，故意让我上去送死吗？我是想让你上去恶心他，你上，他赢了你也不光彩。我他妈，我活世上就剩这作用了？臭小子，别愣着了，赶紧上！丁大山是吧？这是我新收的徒弟，你想切磋便跟他切磋吧。想挑战我，哼，你还不够格，让你们紫炎宗的掌门亲自过来吧。我去，不吹牛你能死啊？连丁大山你都不敢跟他打，还说让人家师傅过来，回头人家要真把他师傅叫过来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哼，听闻千仙宗虽然没有几个弟子，但门下弟子个个均是天资超凡之辈，今日我定要好好领教一下。啊！我的天，这还怎么打？他那2块胸肌都有我脑袋大，别说让我赤手空拳跟他干，就算给我发2把菜刀，我也不敢上去劈他呀！小兔崽子，我千仙宗从无像你这等贪生怕死之辈，你可真是丢尽了千仙宗的脸！嫌我丢脸你自己上啊！小兄弟，请。这他妈要一脚跺我身上，我不得被剁成肉饼？小子，不要慌，他就是个纸老虎。你别看他块头大，气势吓人，其实他没多大本事的。不信你立好马步，气沉丹田，接他一拳试试。唉，真是个傻小子，体内有世间难得一见的宝贝，都不知道如何利用。接他一拳试试？你自己躲在后面，让我接他一拳试试？这么大的拳头，特么要砸我肚子上，那不得一拳打出翔啊！这老东西肯定在想，等我被一拳的半死不活，他又能赚一笔医药费是吧？行，你要这么玩是吧？那你也就别怪我。老子这一拳砸在他头上，他脑袋不得像西瓜一样爆开呀！爸爸，别打我！爸爸，别打我！你现在有资格挑战他了，你已经打赢我了。我是说过让你恶心一下他，但也没让你认爹呀。前辈，你这弟子已经认输了，现在请前辈赐教。老不死的，这回看你还不死！你以为我真是乱认爹的啊？我是想让你死。师傅，我给你支个妙招，你要不想跟他打，你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叫爸爸别打我，我亲测过，这招好使。畜生，说的这也是人话？你叫爸爸，我也叫爸爸，那不乱了辈分了吗？他是因为怕乱了辈分才抽我的。师傅，要不你现在就把我逐出师门，这样我们就能各个叫各的，辈分也就不会乱了。你把为师当什么人了？完了，这回老头真生气了。也难怪，这么说的确有点太过分了。虽然他是个骗子，但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在耍他？你以为师傅那么好骗吗？就算我把你逐出师门，那招你刚刚才用，我若马上再用，人家还会上当吗？我操，他还真没看出我在耍他呀！合着这招我要刚才没用过，他真就错防用了。看来我还真是有点高看他了。前辈，请。晚辈很想领教一下前辈的高招，请前辈不吝赐教。小子，快帮师傅重想一个妙招，跟你之前那个差不多的就行。跟我刚才那个差不多的，
要不你试试叫爷爷？我要管他叫爷爷，岂不就要管你叫爹了？你想占为师便宜啊？这个不行，重想一个。那没了，真没了？师傅，你不是吧？你真不打算跟他打一场吗？人家这都打到家里来了，这你都能忍？王二狗若不被丁大山打个半身不遂，我就没办法下山。这可不行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快打起来才行啊！师傅，你别着急，看我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上兵伐谋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争取咱不用一招一式就把他给直接气走。哦，你还有这等本事？必须的，傻大个，就凭你也配跟我师傅交手？我师傅说了，就算你师傅那个老王八亲自过来，连我师傅他老人家一招也接不住。至于像你这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大傻子，他一个至少可以打18个。你要不信邪，你就放马过来。小兔崽子，你这是上兵伐谋吗？你这是上兵伐我！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都那么说了，他不敢过来跟你打的。老混蛋，我已经把他激怒了，这回看你还不死！你说什么，老东西？你太大言不惭了！一个可以打我18个，你就那么了解我的实力吗？你这18个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我去，这傻大个的脑洞清奇啊！他纠结的居然是这事儿。他算的，我不太懂。说，你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？1818要的发布里巴吗？原来你们师徒俩在故意耍我！闪开！他的拳头很硬，让我来跟他硬碰硬。我操，老头难道真是个高手？人家拳头那么硬，他还敢上去跟人硬碰硬？我操，他不说要跟人硬碰硬的吗？不应该是对拳吗？怎么傻站着让人打？就他这把老骨头，能扛得住丁大山这一记重拳？我的手！你老东西，你的金钟罩怎会如此之硬？不是我的金钟罩硬，是我这护心镜硬。我勒个去！他说的硬碰硬原来是指这个。我勒个去！他说的硬碰硬原来是指这个。这老东西真是太无耻了。也不知道这个护心镜多少钱一个，这个好像挺适合我的。护心镜，老东西，你耍诈！你在动手之前好像也没说不能戴护心镜吧？再说了，你说你打哪儿不好，偏对着我的护心镜打。现在好了，把我护心镜给打坏了吧？这得你赔！我赔你老母！我的腿！我操，这也行？这老东西实在太缺德了。不知道这一整套下来要多少钱，回头高低得弄一套防身才行。师傅，你这……出门行走江湖，身上都不准备点保护自己的小玩意儿，那多危险啊！江湖险恶，为了保命不择手段，并不丢人，懂不？胜之不武。胜之不武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多动脑子，修为再高，迟早也被人玩死。丢人总比丢命强吧？尊严在性命面前，啥也不是。师傅，你这一套多少钱？给我也弄一套防身呗。这孩子终于开窍了。赔钱吧，护心镜100灵石，护腿板80灵石，还有那块青石板，此乃我爷爷当年修炼打坐之地，这是他老人家留给老夫唯一的念想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搞的，不过或许这一切也是天意，可能是我跟我爷爷的缘分已尽。这块大青石你就赔个500灵石好了吧？什么？2块钢板，1块破石头，你要我赔680？什么？2块钢板，1块破石头，你要我赔680？我徒弟说的，要的发布篱笆嘛。你这跟拦路抢劫有什么区别？年轻人，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就是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们可没拦路，是你自己送上门来让我们抢的。会说话就说，不会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！你们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千仙宗居然是个贼窝！呵呵，你们就不怕这事儿传出去吗？你要不赔钱，这事儿肯定传不出去。680，赶紧的！正道，关门！行，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等我把伤势调理一下，我再跟你们理论。
师傅，他吃的啥？不会是什么短暂提升功力的特效药吧？他吃的只是普通活血化瘀的丹药而已，顶个屁用，又不能解毒。解毒？我操，这老家伙可真阴啊！钢刺上还有毒。唉，你也是有病，去哪里找人切磋不好，偏要千里迢迢跑来千仙宗送钱。哼，一块护心镜和一块破钢板180，一块破石头500，你们千仙宗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果然，要价这么高，傻子都不会上当的。打个折吧！你他妈求人打折还那么大声，概不讲价。嘿嘿，前辈，我跋涉千里，出门时带的盘缠在路上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我身上真没多少零食了。哎，行吧，看你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是有钱人，零头给你抹了，你一起给个600整数就算了吧。我操，师傅，你一下就给他少了80。千仙宗后山全是那种青石，他踩烂的那块青石板就是我自己后山挖的。市面上一枚灵石2、3千斤随便买，我就当420卖他了。你还想怎样？啊？你怎么贪心呢？你这品行是真的要不得，得改啊！我品行要不得，现在可是你在抢劫，又不是我。嘿嘿，前辈，600还是太高了吧？再少点，多了我赔不起啊。那你觉得多少合适？最多只能这个数了。什么？300？刚给你少了80，现在又想打对折，你想得美！我说的是30，我身上就30了。30？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？你起开！你又不会讲价，瞎凑什么热闹？至少500。30肯定不行，至少要35。啊！我不会讲价，你就会讲价了？600一下被人砍价砍到30，你居然还价35？31，我只能再加1颗了。33，不能再少了。32，成交。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32就32吧。妈的，还是报高了。师傅，人家砍价砍得这么狠，你都答应？以前怎么没见你对我这么大方过？谁让你不会砍价的？你要像他那么会砍价，我自然会给你打折。每次我一报价，你要么是记上全记上，要么是记，怨我吗？啊！合着我来了1个多月，当了1个多月的大冤鬼，后会有期。我操，师傅，你不是说他中毒了吗？怎么每次我喝粥中毒，毒性来这么快？他都中毒那么久了，现在还没事。我涂在护心镜上面的剧毒名为3步倒，他刚才一直没走路，自然没事。哦，这一份是你的，以后再有人来踢馆，你好好努力跟为师打配合，为师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操，还有这好事！一定，谢谢师傅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你还欠我那么多灵石呢，这就当做抵债了吧。回头我给你划去16灵石的债。我操，他中的是5行散毒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上次我喝粥就是这么抽的，也是这么口吐白沫的。他这症状不跟我一模一样吗？你那是喝千宝粥时缺了5行散，需要用5行散解毒，不懂装猛。哎，这脑子，看来我这身医术想传给他也是别指望了，回头只能教他练剑了。剑仙能不能成不好说，但这小子成为剑仙还是很有前途的。小兔崽子打不过别人，居然给人叫爹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只叫过爷爷。去，到屋里给我把5行散拿过来，是一个黑色的小罐子，里面的药粉是紫色的。120。30、119、31，我勒个去，这可真是个砍价小王子啊！妈的，我要有他1半砍价精神，我也不至于欠那么一堆这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啊！大哥，你砍价归砍价，用不着这么玩命吧？都抽成这样了，还砍啥价呀？命都快没了，还在乎那1颗2颗的灵石干啥？赶紧先解毒吧！你们想合伙坑我灵石？做梦！
你们想合伙坑我灵石，做梦！33，人才，真特骂人才啊！师傅，要不你先救人吧，这家伙是个一根筋，可别真的活活抽死在这儿了。谁让他不当人的？我叫价150，这小子居然还价1颗，太不尊重我了。他喜欢砍价，我就陪他慢慢砍，看他能撑多久。116，3。唉，老夫一生救人无数，像你这玩命砍价的还是第一次见，你也算个人才了。行吧，我就按34给你算吧。五行散给我，再去打一碗水过来。师傅，你也不差，你们都是人才。这孙子是块好料子，比叶飞这小子意志力强太多了。你守在这儿。为什么要给我解毒？价钱还没谈好呢。这哥们儿砍起价来是真不要命啊！正常人砍价是要别人命，他砍价是特么要自己命啊！放心吧，我师傅是按照你抽晕过去时叫的34给你定的价啊！早知道我该早点抽过去的，妈的，亏大了！为了省钱命都不顾了吗？不对，我记得晕之前我只叫到33，34我还没叫出来就晕了。你们凭什么给我按照34算？34我叫完了吗？我叫完了吗？又不是我定的，是我师傅定的，你冲我吼锤子！你师傅人呢？我这就找他重新算账去。大哥，1颗的差距而已，至于这么较真吗？哼，想多坑我1颗灵石，没门！他在那边屋里，去吧去吧，快去找他算账去。哼，我要是从第一天来就像他这么砍价，也就用不着担心我爹来了也走不了了。大哥，等一下！干嘛？就凭你还想拦住我？嘿嘿，大哥，你别误会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只要你肯帮我这个忙，你这解毒所需的灵石我帮你承担了。当真？当真。何事？你下山之后帮我去天罗城叶家找一个叫叶丽婷的人，他是我爹，你让他赶快多带点人来千仙宗，我要弄死这个老东西。啊？你们师徒感情这么恶劣的吗？想杀师傅，这有点大逆不道啊！你们到底有何恩怨？我们的恩怨你就别管了，总之你让我爹一定要尽快过来把我接回去，你把话说的严重点，就说来晚了我就没命了。记住，一定叫他多带点人，否则他一个人来的话，他自己可能都走不了了。为什么你说你爹来了也走不了了呢？大哥，你就别多问了，这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。行，我不问，反正我也不感兴趣。不过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是我帮你付那解毒所需的灵石啊，你还要什么好处？呵呵，这里到天罗城有上千里路，你让我为了35颗灵石跑那么远，我有病啊！你要是把我这个口信带到，我爹肯定会给你一大笔银子感谢你的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天罗城叶家的少爷，天罗城叶家知道吗？咱家有的是钱。天罗城叶家我倒是听说过，算是这一带很有名的大家族了。行，这买卖我接了。你还去找我师傅干嘛？直接走就是了。我师傅要是追出来找你要债，我一定帮你拦住他。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，我能活着走下山吗？手骨折了，腿也骨折了，我怎么下山啊？我不得先找你师傅给我把伤治好才能下山啊？这倒也是，那你快去。我们可是已经说好了，解毒的那笔灵石要算你账上的。等下我马上跟你师傅说，让他记你账上，你可要认账啊！必须的呀。回头你记得一下山就去找我爹帮我传口信啊。放心吧，我丁大山向来一言九鼎。嘿嘿，师兄，这小子被我的医术所折服了，非要拜我为师，跪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，求我一定要收下他，以后你就是他的师兄了啊！嘿嘿，师兄好。行了，你们师兄弟好好聊聊，相互多熟悉一下，毕竟以后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要在一起修行呢。好的，师傅。你他妈是不是傻？你疯了吗？怎么突然拜师了？不是说好的你要帮我去叶家传口信的吗？对呀，我丁大山向来一言九鼎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自然会说到做到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以为我是真心想拜他为师吗？我只是不想付医药费而已。
你师傅太不是人了，给我治一下腿和手，居然要收我100多灵石，我哪有那么多灵石给他？只好问他能不能赊账，他说不行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猛夸他医术了得，我要拜他为师，跟他学医术。结果这老糊涂还真的答应了。然后呢？难道这你都看不明白？我拜师成了他的徒弟，我就可以赊账了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当然就是晚上等他和那条大黑狗睡着，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下山，去天罗城叶家找你爹帮你送口信儿了啊！唉，又来个大冤种。我特妈是被我爹坑来拜师的，他倒好，自己求着拜师的，还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下山。拜了师你还想溜？溜你妹，溜你大爷，溜你祖宗！妈的，老子好不容易才看到一点下山的希望，全被你搞砸了。大山，来，为师带你去看看你的屋子。不用了，师傅，我就和师兄住一间屋吧。那你得去跟他商量商量。行。小子，既然你想让你爹来接你，为什么不自己走呢？是因为修为不够，怕路上遇到歹人或妖兽打不过吗？若是因为这事儿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护送你回天罗城叶家嘛。至于价钱嘛，也好商量。这样你就不用麻烦你爹大老远跑一趟了，对吧？我要能走我早走了。还用你说？晚上偷着跑啊？你要光明正大的走，你师傅当然不会让你走了。万一你在路上出了点什么事，你师傅怎么给叶家人交代？师弟，我劝你既然拜师了，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。走，我去帮你收拾屋子，我不习惯跟人挤一张床。我今晚就要跑的，我还收拾什么屋子？我有病还是你有病？听我一句劝，你跑不掉的。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能想到的招我都想过了。我要跑得掉，我特么早跑了，你还能在这里见到我吗？跑不掉？刚才我都仔细看过这个院子了，这里四通八达的，从哪里不能走？前门不行我走后门，后门不行我翻墙，后门……对呀，这里还有个后门啊！我何必等到晚上再跑？我现在就可以走啊！我直接走后门开溜。你师傅和那条大黑狗都在前院，他们肯定察觉不到。小兄弟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只要你现在肯跟我从后门走，你相信我，我保证给你安全送到叶家。我丁大山说话向来一言九鼎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哼，小兄弟，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，你是怕我绑架你勒索叶家，对不对？人与人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？算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过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说到做到，我丁大山向来一言九鼎。最后再劝你一句，你最好别去后门。呵呵，怎么，后门有天罗地网啊？还真有啊？什么天罗地网？捕兽夹子。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后门有很多捕兽夹子，我从那边逃过几次，都是被夹子给夹回来的。呵呵，我倒是什么天罗地网呢？你可知我10岁的时候，在我们村就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吗？捕兽小能手。我祖祖辈辈都是打猎为生的，各种捕兽工具，没人比我更熟了。小兄弟，如果你是怕夹子，你现在跟我走，我保证你不会踩到夹子。算了，你去吧。你看看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你不走算了，我自己走。等我顺利逃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祝你好运，记住，出门就有夹子。希望他真能顺利逃走，就能找我爹来救我。唉，傻雕，都给你说了出门就有夹子，还特么被你踩中了。让你不听劝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被正道拖回来。奇怪，都过去半个时辰了，傻大个咋还没被正道拖回来？啊！30，不能再少了。22，不能再多了。难怪耗这么久，原来是搁这砍价呢。28，要的发不离8，一口价。
你爱治不治，不治我走了。22，师傅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，你爱治不治，不治我死了，算你狠。正道，带他回去。师傅，正道带我回去，不要额外收费吧？放心吧，这个我师傅不会收你钱的，正道向来都是免费货送。不过虽然这狗子挺大的，可我块头这么大，我骑着正道走，他驮得起我吗？骑？你想多了。我不骑着他走，他怎么带我回去？我的腿呀，我的屁股！妈的，照这么下去，这辈子都别指望下山了。老天爷啊，你到底想怎样？难道你真的连金手指都没有给我备一个吗？师兄，师傅让我叫你去吃饭。我不饿。师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师傅的饭可不好吃。你骗人！我刚才都看见师傅做的那个几个菜了，一看就一副很好吃的样子，闻着可香了。去吧去吧，多吃点儿。唉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叫你大爷！唉，本以为穿越过来能在这里大展拳掌，结果现在却沦落到每天被一条狗监工去守夜。老子今天心情不好，想请个假都不行吗？奇怪，丁大山自从傍晚进去吃饭，怎么到现在还见他没出来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恨你师傅了，这老头子太不是人了，居然骗我说吃饭不收钱，结果吃菜要钱。我操，大哥，你别告诉我你跟那老头砍价砍到现在啊！还好老头年纪大了，这个点熬不住了，不然这顿饭20我还拿不下来呢。妈的，一顿晚饭收了我20零食，太缺德了！他真乃神人也啊！特妈吃顿饭砍价能砍6、7个小时，砍到半夜？不对，他说多少来着？吃顿饭20零食？你一顿晚饭只吃了20零食？对啊，4个菜嘛，一个菜5块零食嘛。什么？一个菜5块零食？你是按照每个菜来算的？不然呢？难道还真像老头说的，青菜按根儿算，肉按片算啊？只有傻子才会按他说的那么算呢，天底下哪有这么蠢的人？对了，师兄，你多少钱一个菜？跟你差不多。我就知道老头肯定是骗我的，他刚才还跟我说你每天都是跟他青菜按根算，肉按片算的，还好我聪明，没上他的当，不然可就被他骗惨了。我就想着你看起来挺机灵的，怎么可能干这种傻子都干不出来的蠢事儿？那当然。你每天都要在这里守夜？对。这沿着竹林就能直接下山了吗？这么晚了，现在师傅跟正道全都睡了，谁管你？走，兄弟，我们一起跑吧。我保证送你安全回叶家。我不去。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小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有最起码的信任的。像你这么不相信别人，以后你行走江湖是交不到朋友的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啊！孽畜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兄弟，你不厚道，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？这狗子这么猛。之前你又不是没见过正道，那么大只狗站在那里，它猛不猛还用我说吗？你自己看不出来吗？可是，一般的狗谁他妈会铁头功啊？我拳头打他头上，他没事就算了，石头砸他脑袋，他还是没事。师兄，你来了，快来喝粥。师傅做的这粥可好喝了。现在好喝，待会儿你就知道错了。大山啊，刚才忘了给你说了，这天宝粥乃是为师用1000种灵药熬制而出，需要21碗，你吃了6碗，合计零食120啊！不行，师傅，我饭量大，你卖这么贵我可吃不起，你得给我优惠点，最多2块零食1碗。2块？你做梦！你比我长得好看。成交，2块就2块。师傅，2块？我他妈都是1个多月21碗了，从没给过我任何优惠，人家2块你都卖。这孙子太能砍价了，我懒得跟他砍。昨天吃我一顿晚饭，跟我砍价砍到半夜，害得我昨晚睡都没睡好。这是理由吗？你的意思就是我不会砍呗？妈的，回头我也猛砍，乱砍。师兄，我是不是开价开高了？你平时多少一碗？
跟你差不多。你肯定比我还便宜，对不对？小子，你太不厚道了！你还想不想我逃出去后帮你去给你老爹带口信了？哼！记得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提前给我报一下你的实价，我也好心里有个数。报我的实价？呵呵，给你报我的个实价，我怕你消费不起。吃碗稀饭2块零食，太他妈贵了！一顿早餐吃没了12块零食，我就跟个大傻子似的。你吃6碗才12，老子1碗20，我找谁哭去？你要是大傻子，我是什么？这家伙该不会也想跟我一样当爬树小能手吧？兄弟，你说你试过用很多办法逃走，爬树试过吗？那为什么没成功呢？按理说从树上走真道应该发现不了啊，你是怎么失败的？怎么这回学聪明了，知道找前辈取经了？哦，呵呵，我是觉得这棵树太容易逃出去了，感觉这里面有诈，我怀疑树上是不是被那老不死的装了机关？放心吧，没有机关，只不过有一条蛇。蛇？你怕蛇啊？蛇有什么好怕的？不是我跟你吹，我最擅长的就是抓蛇，我5岁就抓过一条蛇。我家世代打猎为生，我小时候就人送绰号捕猎小能手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今晚我肯定能走。哎呦，你激动归激动，你拍我大腿干嘛？我劝你最好别爬树，那条蛇挺大的。哈哈哈，我就是要它大，越大越好啊！你知道吗？越大的蛇越值钱，尤其是大熟的蛇皮，可贵了。正好我身上带的零食被那老东西全都坑没了，我逃走时顺带把那条大蛇抓了，带出去换点零食，当做去找你爹的盘缠，真乃天助我也！喂，大山，丁大山，现在几更天了？3更。让你收拾房间，你不去睡我床上干嘛？睡进去点，给我腾点位置。3更天了，那我该出发了。走，干嘛？我教你抓蛇。我不学。哼，瞧你那怂样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遇到蛇的时候，你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左手一把掐住它脖子，右手一把捏住它7寸，不管再大的蛇，它都再也无法动弹了。等会儿你就看我的精彩表演吧。去吧去吧，我等着看你的精彩表演。怂货，活该你一辈子都没法离开这里。关门干嘛？你还担心我会把蛇引到你屋里来啊？放心，我上树之后，顺手就把它给直接带出山拿去卖零食了。今晚过后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。奇怪，这么久了咋没动静呢？难道丁大山对抓蛇真有研究，真把那条大白蟒给搞定了？现在正在树上剥蛇皮。白灵，住口！我操，这就是他说的看他精彩表演？咋的？耍杂技啊？表演蟒蛇吞人啊？你安慰一下他，这孩子比你胆子还小，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哎，这事儿也怪我，忘了给白灵打招呼。蛇口夺人100零食，灵泉洗澡1桶10枚零食，刚才给你用了21桶灵泉，算你200吧。哎，那么大一条蟒蛇，害怕也是人之常情。哎，怎么了？捕猎小能手，昨晚被白灵吓坏了？你特妈太不是人了！亏我对你那么好，还答应你要帮你带口信。这条蛇这么大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说清楚？你为什么不拦着我？我没给你说那条蛇很大吗？是谁说的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值钱的？你自己非得说你是捕猎小能手，我要拦着你，那不是挡你财路吗？师兄，难道我们真的跑不掉了吗？哟，终于肯叫我师兄了。哦，你本来就是我敬爱的师兄嘛。照目前来看，我觉得我们想逃走的确是够呛啊。如果跑不掉的话，那我欠他那么多零食，岂不真的要慢慢还给他才行？如果逃得掉，我还真有些担心他去叶家找我爹要债。如果逃不掉，拿什么还？哈哈，
有道理啊，那我还愁什么啊？你是因为这事愁了一夜？不然呢？师兄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是被那条大白蟒给吓到了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别忘了，我家世代打猎为生，我从小就是捕猎小能手。哎妈，行了行了，别再吹了，你还有脸提这事儿，我都替你害臊。昨晚是谁在我面前比划来着？遇到蛇后，先左手掐住蛇的脖子，右手捏住它的7寸，再大的蛇，它也不能动弹了。昨晚这条太特他妈大了，我一只手没掐住。师兄，今晚你给我搭把手，我们师兄弟联手，一定能把他拿下。你特妈想死你自己去，你别拉上我，你吃饭去。哎，师兄，其实那条大白蛇的战力也就那样，只要你帮我搭把手，我们一定能搞定它。你快别说了，我看到蛇就直哆嗦，别说还是那么大一条巨蟒，就是一条大拇指粗的小蛇，都能把我吓个半死。那么小的蛇你都怕？遇到那种一手能掐住的小蛇，你就可以用我教你的那招啊！行了行了，求你别说了，我想到蛇就害怕。师兄，昨晚我想了一夜，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今晚我们分头行动。我要是跑出去了，就去叶家帮你叫你爹带人来救你；你要是跑出去了，就让你爹带点钱来赎我。还别说，这个办法好像还可以。只要有一个人引开正道，另外一个人逃走的概率就很高。你放心，你爹要是帮忙把我赎回去了，我就算给你们叶家做长工当下人，我也会把那些灵石还上。把你的详细计划说来听听。很简单啊，今晚我们一起分头跑，那狗还能把我们俩全都咬回去吗？它最多也只能拦住一个吧。这特妈就是你说的好办法。这特妈就是你说的好办法。不然呢？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没有。但你这个办法肯定不行，我跑得没你快，我们一起跑的话，正道肯定先追上我。妈的，这孙子想坑我呢，明知道我没他跑得快，想让我做他挡箭牌。这狗子都快成精了，他聪明得很，我跑得比你快，他肯定先追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我操，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当然。行，就这么干。小子，别挡我财路啊！昨天是因为你包年了，我才没给钱宝珠做手脚。今天我要开始赚外快了。师兄，给。谢谢。大山刚才都帮我盛粥了，而且还指望着他今晚一起配合行动呢。我还是救救他吧。师弟，来加点这个，口感会更好一些。我不要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最讨厌那些乱七八糟的佐料了，花里胡哨的。这粥已经够好喝了，你别把我的粥糟蹋了，2块1碗呢。这蠢货，你加一点试试，保证好吃。师兄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我都说不要了，你还要逼着我加，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？你喜欢不代表别人也喜欢，懂不懂规矩？我特妈！哼，我多聪明的人！我开始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呢，又想帮师傅多坑我灵石，没门儿！算了，大山不想加，你又何必为难人家？你看，还是师傅好，师傅都没让我加，你凭什么逼我加？师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多跟师傅学学。他老人家都没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我头上，你还来劲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想拍师傅马屁，帮师傅一起骗我灵石？你干脆直说了吧，这佐料多少灵石加一次？这佐料免费的，不要灵石。呵呵，免费的那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以师傅的尿性，这要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能给我们免费？这药粉肯定有毒。我们都吃了，哪里有毒？说不定你和师傅提前吃解药了呢。虽说你是我师兄，但我比你年长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跟我玩这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我，我这是又中毒了吗？你没中毒，你中啥毒？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，你怎么可能中毒？你只是在学鱼吐泡泡玩呢。
都怨我，瞧我这记性。忘了跟你说，这千宝粥是1000种灵药熬制而成，少一种就奇毒无比。今天有一味药我忘记放锅里了，我们是直接加碗里的。就是那个药粉。对，我以为多吃会增加中毒风险，这他妈少吃也会中毒吗？我冒着被师傅揍的风险劝你半天让你加点，你死活不肯加就算了，还把我骂得要死，活该。你直接说不加会中毒，我能不加吗？师兄，昨天不是给你说了，下回遇到这种事情你说清楚点吗？解毒费50，2块零食，不能再多了。40， 3， 35。这会儿舌头应该已经麻木了。臭小子，又开始跟我较劲是吧？昨晚已经放你一马了，今天我看你能撑多久？34， 33。我可真服你了，嘴巴没法说话，用手势都要好好砍一下价，你可真是个极品。手指都比划完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比划。20，有能耐你再比划一个给我看看，就算你本事。行了行了，快别比划了，11就11，什么烂脚，太他娘臭了！人才啊，极品人才！师傅，恭喜你收了个极品徒弟。滚！你要有他一半本事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也算本事？师傅，他怎么了？上午上山采药的功夫，他跑了3次，前2回我都没让正道咬他，他居然还敢跑第3回。啊，原来正道也跟着他们一起上山了，我为什么不跑啊？从今晚开始，大山接正道的班儿，以后就由你们师兄弟2个轮流守夜。啊，我也要开始守夜了吗？师傅，我一直没搞懂为何要安排人守夜，就我们千仙宗这几间破屋子，难道还会遭贼？让你守夜就守夜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师傅，我守上半夜，大山守下半夜，那正道呢？正道守白天。师傅，我想跟正道换个班，我想上白班。什么守白天？白天用得着他守吗？他白天哪里不是玩？不准换！为什么？这都什么世道？人当看门狗，人把狗活干了，狗倒闲着了。正道年纪大了，熬夜对他身体不好。熬夜对我们身体就好了吗？嘿嘿嘿，师傅，我年纪肯定比正道还大，你看我能不能跟正道换换？我也想上白班。你多大了？呵呵，我32。一般的狗子最多活20-20岁，正道不可能比我还大吧？正道33。我应该先问正道多大的。你们实在想换，我也不拦着你们。真的？你们自己和正道商量吧，如果他自己同意，我没意见。自己跟他商量？怎么商量？正道换不换？师傅，他说换。你是怎么听出来的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我问他换不换，他只吠了1声，那肯定是说换。如果吠2声，那就是不换。你听错了，他那是叫你滚。看到没有？又叫你滚呢。这回他说什么？快滚！瞧你那点出息，你好歹也是个人，跟条狗争什么白班夜班？你让着他点不行吗？听见没？师傅叫你让着他点儿。你以为我就说大山一个人呢？神经病！师傅让你跟狗商量，你还真去跟狗商量，咋想的？换个班都不换，算你狠。师傅，那这回他吠3声又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滚？他说
还不滚，他就咬你了。你搞得跟真的一样，我不信你真能听懂狗话。道哥，我错了，道哥，我错了，道哥。现在走。你先走。怎么，计划有变吗？不是说好一起跑，看狗子先追谁的吗？难道这小子察觉到了吗？他猜到狗子一定会咬他吗？大山，我仔细想了半夜，我觉得就我这点修为，就算逃掉了也会拖累你，所以我决定帮你在后面拦住正道。兄弟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你有事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丁大山定当义不容辞。快去吧，你要跑快点啊！那狗子太猛了，我可能帮你挡不了多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所望，带你爹来救你。老天保佑，希望丁大山能跑快点，帮我拖住一会儿正道。正道，你大爷的！你不是去追丁大山了吗？丁大山这么快就被搞定了，丁大山，你个废物！丁大山还没被抓回来，我帮他拖延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应该已经跑掉。操，他也没跑掉。师兄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其实你已经帮我争取到很多时间了，可正道实在太快了。咦，师兄，你这捆绳子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别提了，本来是想捆住正道，为你多争取点时间，结果还没来得及解开绳子就被他扑倒了。哎呦！师兄，让你受苦了，这次算我欠你的。以后有啥事儿，只要师兄你一句话，我丁大山定当义不容辞。行了，你们聊完没有？还要不要疗伤了？报价吧！师兄，你放心，为了报答你今晚的挡狗之恩，我帮你把被狗咬的价格砍下来。别，千万别，我不用你帮我砍价，你砍你的，我治我的。师傅，快，你先帮我治，我不讲价，你尽管记就是了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妈的，要是等他俩慢慢砍价，非得把我疼死去不可。那怎么行？你们都是我徒弟，我不能厚此薄彼。他用什么价，给你也要一样的价。完了！师傅，快报价吧！我师兄疼得不行了，你别耽误时间。活血膏10块0食1两，看你们哥俩这情况，今天恐怕得用几斤呢？师傅，今晚我们哥俩可是大主顾，这活血膏就按1块0食1两给我们用吧。你做梦！我这活血膏乃是止血化瘀、止疼消肿的神药，1块0食1两，你想得美！2块，不能再多了。7块，不能再少了。7块就7块，大山，7块可以了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那可不行，师兄，7块还是太贵了。跪你大爷，跪你祖宗！你别砍价了，行不行？丁大山，你自己玩命砍价，我不拦你，你别带着我一起玩命，行吗？我他妈都快疼死了！哎呀！师兄，你别急嘛，7块多贵，我再讲讲。师傅，最多3块，我也是看我师兄疼得快受不了了，不然这1块我都不想加的。我他妈谢谢你啊！师傅，求你了，你先给我止血止疼吧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那怎么行？师傅不是那样的人。大山，6块是我的成本价，就3块。你师兄都疼晕过去了，你还跟我较劲呢？对呀，我就是看师兄反正都晕过去了，他现在也不知道疼了，不会再影响我发挥了。9块，15。我他妈！丁大山，我操你大爷呀！天都亮了，你自己脑袋都肿得像个猪头了，你还搁这砍价呢？老子都疼晕过去了，你没看见吗？你只晕1次算什么？他伤的可比你重多了，他自己都疼晕过去3次了。他是醒来后又接着跟我砍的。啊，嘿嘿，师兄，你不用那么感动。昨晚你的挡狗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师兄，你别着急，现在就差最后一种续命草没砍好，你再忍忍。我忍你二大爷！老子都忍你1夜了，你还叫我忍忍？小子，你该不会是想连我一起打吧？你别冲动啊，我可是你师傅，打师傅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续命草就按大山刚才报的价9块，能不能治？你这是想接着你师弟的报价继续往下砍吗？你直接说能不能治？那治不了，我给你点面子，再降1块，至少14，不能再少了。
成交，14就14。哎呦，师傅，赶紧给我上药吧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臭小子，刚才你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要打我呢。哎，为师劝你以后最好还是别再跟他一起跑了。他这么砍价，迟早不把自己耗死，也得把你耗死。难道你就不能别放狗咬我们吗？每次放狗咬我们的人是你，最后假装老好人的也是你，你演的不累吗？哎，小子，为师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啊，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了。师傅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对我那么好，你多关心一下大山就行。那可不行，治他没治你划算。来吧，师傅先给你把把脉。不错不错。不错什么呀？还有口气在是吧？师傅，求你了，快上药吧，我真的顶不住了。为什么我每次受伤后，伤好时总是觉得浑身舒坦，全身充满力量呢？莫非被狗咬就是我的金手指？被狗咬得越狠，我就会变得越强？不对，我不仅仅是被狗咬之后才有那种感觉，我是受伤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的。难道老子的金手指是金毛狮王谢圣的七伤拳？伤得越重越牛逼？我去问问大山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。他要是没有我那种感觉，那这就是我特有的金手指了。嘿嘿，来这个世界已经1灵月了，总算是看到一点金手指的苗头了。嘿嘿，师兄，你醒了。大山，有个事问你。师兄尽管问，我丁大山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师兄昨晚对我有挡狗之恩，这个恩我是记得的。你每次受伤或被狗咬以后，早上醒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？有啊，妈的，看来是王二狗药效的问题。我每次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想吃狗肉。好，没问你这方面的感觉，我是想问你有没有神清气爽，浑身都充满力量的感觉。师兄，你别闹了，每次被狗咬成那个鬼样子，起来后还怎么可能神清气爽？那有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吗？没有，不过有一个地方有。真的吗？哪个地方？嘿嘿嘿，我家小山，他每天起来都一柱冲天，充满力量。我家小飞也是。丁大山没有那种感觉，岂不是说那真是我的金手指？不信你立好马步，气沉丹田，接他一拳试试。大山，来打我一拳试试。啊！师兄对我有挡狗之恩，我怎么可以打你呢？再说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哪里经得起我一拳啊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怕一拳把你打死。没让你用全力打，你用1成力量先打我一拳试试，不够待会儿再加。1成量也不行啊，我怕你扛不住呀。你别走啊！他大爷的！我是让你打我，但没让你偷袭我啊！老子还没气沉丹田呢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老子是让你打我，但特么没让你偷袭我吧？嘿嘿嘿，师兄，今天早上你偷袭我一次，刚才我偷袭你一次，这回扯平了。狗日的，这么记仇的吗？这特妈是你1成力量。嘿嘿，3成。我说了，先让你用1成力试试，不够再加。你用3成干嘛？嘿嘿，我怕1成不够，待会儿懒得加，麻烦。他怕麻烦。你们哥俩自己看怎么摊吧。师傅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，门是师兄砸坏的。不偷袭我，能把我一拳打飞那么远吗？你不把我打飞，能把门砸坏吗？师傅，这笔账我可不认，你找他去。是你自己让我打你的，你还有脸说？老子让你打我，你偷袭，让你用1成力量，你用3成，结果把我打吐血。我没让你给我赔医药费就不错了，不对，医药费也得你赔。什么？师傅，来，给我把把脉，多开点药。什么药贵用什么，最好再来点补品啥的。叫你偷袭我，看我讹不死你！哼，
也是这里没车买，不然我觉得大 G 都挺符合我气质的。师兄，这你可就不讲道理了。我刚开始说不打，你非要我打。他叫你打他，你就打他。师兄对我有挡狗之恩，他让我做什么，我义不容辞嘛。他让你打我，你也义不容辞。对，义不容辞。来，上！你还来劲了？这事你们都有错。损坏千年紫檀木上等工匠精雕细琢木门2扇，1扇600，我给你们一人记1扇。600？师兄，我们俩的事儿待会儿再论，你先别着急，讲价的事情交给我，最多5块零食1扇，不能再多了。行，算了，成交吧，我懒得跟你讲价。妈的，亏大了！我本来想还2块的。嘿嘿，不过多少钱都无所谓了。师兄，我刚想到一个完美的逃跑计划，今晚一定能成功。打住，大哥，求你放过我吧，以后说什么我也不会再跟你一起跑了。为什么？我怕又被一起逮回来，你又玩命砍价。赶紧的，帮我把门修好，不然晚上怎么睡？万一那条蛇半夜钻进来，非得把我活活吓死去。师傅，等等我！师傅，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你。何事？为什么我每次受伤之后，第2天醒来都会有种神清气爽，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呢？受伤之后要用我的灵药给你疗伤，第2天自然会神清气爽，浑身有劲儿。现在知道我的灵药物超所值了吧？可是大山却说他没有那种感觉。他才来几天，你来多久了？我这药得长期坚持服用。长期坚持服用？嘿嘿，所以你要努力多跑跑。多跑跑？我跑你大爷！净忽悠我，想赚我零食。完了，又白高兴一场。这不是金手指啊！师兄，待会儿吃饭别吃太饱，今晚我请你宵夜吃狗肉。吃狗肉？大山，听我一句劝，你最好别打正道主意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唉。你想干嘛？哼，今晚我一定要吃狗肉。师兄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活套，待会儿只要正道从狗洞一冲出来，他的脖子就会钻进我的圈套。等他脖子被锁住之后，他就跑不掉了。等他被绳子锁住，我上去一斧子就给他劈成2半，我们就能一人扛着1半下山烤狗肉去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打住！是你，不是我们。这事儿我可不参与，不关我的事儿，你不要算上我。呵呵，吃狗肉，前阵子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以为我没试过？师兄，你别走啊，今晚一定能跑得掉。你做梦！昨天你自己都说正道会铁头功了，你还敢打他主意？怎么想的？师兄，你傻呀！就算他会铁头功又怎样？他又不会金钟罩，我斧子照着他身上劈不就行了？我要告诉你，他真会金钟罩呢。呵呵，你怎么不说他还会金刚腿呢？不信你就试试吧，反正你别拉上我。呵呵，师兄，今晚我要跑掉了，你可别羡慕我啊！还有那烤鬼肉，可香了。我的妈呀！师兄，开门啊！师兄，救命呀！快开门啊！他不仅会铁头功和金钟罩，他居然还会金刚腿！我斧子都劈缺了，之前你干嘛不拦着我呀？我拦着你？我敢拦吗？我怕阻止你吃狗肉，万一你一个不高兴给我来一斧子，我又不会金钟罩，我可扛不住。是啊。再说了，刚才我没劝你吗？是谁说的？师兄，你不要羡慕我。哎呀，烤狗肉可香了。现在好了吧？你他妈听我一次劝会死啊！师兄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听你的。你倒是快开门啊！妈呀，宁可得罪大山，也别得罪他。他今天的样子好凶啊！师兄，你特别忽视人啊！你居然关门！哎，师弟，对不住了，回头我给师傅说说，今晚你的账全都记在我头上。大山，
师傅，正道。奇怪，都去哪儿了？这纸条谁留下的？写的啥呀？这是？管他写的是什么，反正现在绝对是个好机会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嘿嘿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猜猜看。师傅早就用玉符传音告诉我了，说新收了2位弟子，其中一位整天戴着面具，还有一位健壮如牛。想来你应该就是戴面具的叶飞师弟了，对吗？我操，千仙宗还有这么漂亮的师姐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来千仙宗跟王二狗学什么？学耍剑吗？学耍剑吗？不对，这不会是狐狸精吧？趁我师父不在，变成美女冒充千仙宗的弟子勾引我，想吸干我的精血，他肯定是个妖精。叶飞师弟，你怎么了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千仙宗的，我是来山上找王师傅看病的，他不在家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一步。如果他是妖精，肯定会追过来拦住我；如果他真是师姐，不管我去干嘛，应该都不会管我。毕竟除了王二狗，谁会在乎我下不下山？叶飞师弟，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师弟。完了，他真的拦住我了，岂不是说他真是妖精啊？哼，你不是我师弟是谁？师弟，你好像有些怕我。你他妈是狐狸精，老子能不怕你吗？你要真是我师姐，你看我会不会怕你？那就该你怕我了。哎，师弟，你是要去山下河里洗衣服吗？洗衣服哪里用得着跑那么远呀？师姐帮你拿去水井边洗就是了。我操，完犊子了！我爹给我藏的灵石还在背篓里呢。喂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师弟，你把我的背篓还给我。好像是说狐狸精不能把尾巴变没，她到底是师姐还是狐狸精？验一验不就知道了。把你的狐狸尾巴给老子露出来！咦，尾巴呢？你简直不是人啊！有你这么暴打自己师弟的吗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当然以为你是狐狸精了。我哪知道王二狗那邋遢老头还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弟子，疼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师姐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在竹林踩了我半个时辰，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不小心踩到我的吗？那你到底要怎样才不哭嘛？除非你亲我一下。什么？哎呀，师姐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女侠饶命啊！好啦，身上的伤都帮你处理好了，我回房打扫卫生去了。给，你不让我取你面具，脸上的伤你自己用鸡蛋好好敷一下。别浪费了。师姐，我帮你扫地吧。不用，你若真想帮忙，就去师傅卧室，把这几味药按照这个方子抓过来。待会儿我想用药水泡个澡。难怪情侣都喜欢牵手，摸女孩子的手，感觉确实不错。师弟，你会抓药吗？当然会了。师弟，怎么了？你该不会不识字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叶家少爷，从小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哦，那你快去吧。我刚才是拿反了吗？我去，他不会发现我不识字了吧？那可就太丢人了。不过，刚才被他连揍2顿，还有比这更丢人的吗？这要你自己去抓吧。怎么了？字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我不识字，怎么的？很丢人吗？我骄傲了吗？不识字就不识字嘛，我又没瞧不起你。算你比较诚实，没去胡乱抓一些药来糊弄我。行了，看你这么老实的份上，你去水井打几桶水上来，我先帮你去把衣服洗了。你真打算帮我洗衣服？难道你以为我开玩笑？回头你问问宗门那些师兄弟们，谁没让我帮他们洗过衣服？我们千仙宗真的还有很多师兄师姐吗？当然了，千仙宗以前很有名的好吗？只是师傅他老人家退隐江湖后，就把我们全都赶出去了，一般没事不让我们回来。
那你在所有师兄师姐当中排行第几？我排行老3，以后你就叫我3师姐就行。哦，3师姐，我还是有点没搞明白，你们为什么要拜师傅为师呢？拜他为师到底图个啥呀？他能教你们什么？当然是医术了，师傅他可是出了名的神医，人送绰号诡医圣手。诡医圣手？只不过他老人家30多年前就退隐江湖了，现在早已被外界淡忘，没人知道大名鼎鼎的诡医圣手居然隐居在这里。原来我的金手指果真就是我这个医术高超的神医师傅啊！难怪他修为不咋地，原来他主要钻研的是医术，这就很合理了。对上了，难怪我每次受伤后都会有种神清气爽，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。金手指终于来了，哈哈！金手指终于来了！师弟，你的衣服怎么全都烂成这样了呀？而且每件衣服都有很多血迹，这还怎么穿嘛？前阵子每天不是被狗咬，就是被夹子夹，浑身是血那是常态，衣服还能有好吗？师弟，你这些衣服都没法穿了，我带你到山下镇上买几身衣服去。走吧，跟师姐下山。下山？走吧，别啰嗦了。这个镇子叫洛松镇，这里的集市是周边几十个村落最大的，所以人多很杂。你跟着我，不要乱跑，也不要乱说话，更不要乱摸人家的东西。为什么？有些东西是不能乱摸的，摸了人家就不要了，就会逼着我们强买强卖。知道了，3师姐。3师姐，这个面具可以先摸吗？面具没事，不要摸别的灵药、活物什么的就行。因为卖那些东西的人都很怕有些人手上带毒，所以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流传下来了。哦，老板，这个面具多少灵石？1块，这么便宜，比天罗城卖的便宜多了。果然还是农村的东西便宜些。100，师弟，我们走。3师姐，师傅教过你拳脚功夫没？没，他老人家自己都不会拳脚功夫，怎么教我？看你下午踩我的时候，好像有点技术含量，你应该多少会点功夫吧？你一个能打几个？像你这种既没武功又没修为的，2、3个肯定没问题。但像他们这样的，我又不知道他们修为深浅，这我哪知道？完了，像我这样的能打2、3个，我他妈，这群人随便站出来一个，像我这样的，他们不得打7、8个啊？意思就是这回死定了呗？你们懂不懂规矩？碰了人家的东西不买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？留下100灵石，拿着面具就可以滚了。大哥，我们没带那么多零食，你们不要欺负我们2个小辈行吗？小贝，你哪里小了？妈的，太过分了！大哥，你别这样！各位大哥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好怕。三师姐，你不是没跟师傅学过拳脚功夫吗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我跟别人学过一些，师弟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谁敢欺负你，你上去给他一个大嘴巴子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有师姐罩你，你怕什么？原来千仙宗还有这么好的师姐，她要早点回来，我哪里会天天想着溜下山嘛？就算王眼狗赶我走，我也舍不得走啊！二哥，怎么办？这丫头好像不简单啊。能一巴掌干翻大哥的人自然不会简单。你们认识他吗？他是附近什么宗门的弟子，还是什么家族的千金吗？没见过，这就奇怪了。周边能把老大这个地缘境初期高手一巴掌扇晕的人可不多啊，尤其是像他如此小小年纪，那就更没听说过了。二哥，那您看，马上派人去骆家找人问问，看看是不是骆家远方来的什么客人。若是骆家的客人，我们可惹不起。各位大哥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道歉还不行吗？小姑娘，以后出门在外不要这么嚣张。我们大哥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把他给扇晕了，那么粗鲁做什么？算了，看你们2个都还是孩子，我们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，你们走吧。这也行，就这么让我们走了？谢谢光头哥。光头哥，这个面具我师弟喜欢，你可以送给我们吗？他这是还想讹人家一个面具咋地？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凭什么？光头哥，我刚才打他那一下手都打疼了，你们总得给我一点小小的补偿吧。我操，这是真的明目张胆的讹上了。你把我们老大打晕了，我们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。
你居然还想讹我们一个面具！小丫头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得寸进尺！你，光头哥，你下次说话能不能温柔一点？那么大声干嘛？你刚才好凶呀，都吓到我了，我好怕。大哥二哥可都是地缘境初期啊，结果却被这丫头一巴掌一个，就这么全给干废了。这丫头到底是何方妖孽，修为竟如此之高？光头哥，你看我的手更疼了，我现在想要2个面具，可不可以嘛？你这小丫头实在太过分了！完了，这回真的死定了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们2个小孩子一般见识，喜欢哪个面具你们自己挑去。我操，这也行？谢谢光头哥。师弟，快，光头哥人真好，他叫我们自己挑面具。他娘的，本想讹别人，反被别人讹了。老三，待会儿你亲自给我盯紧他们，我先走一步。二哥，你干嘛去？我他妈补牙去！没看见老子刚才被打飞2颗牙吗？没看见老子刚才被打飞2颗牙吗？哼！各位大哥，我想多拿1个面具可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现在是你做主了是吧？啊！妹妹，天下人族是一家，你不要这么客气嘛！你想拿几个便拿几个。嘻嘻，谢谢大哥，你比刚才那位光头哥温柔多了。我他妈敢不温柔吗？万一你一个不高兴，给我也来上一巴掌，我找谁哭去？那我们走啦，谢谢你们送的面具。师弟，我们现在先去给你买衣服吧。师姐，要不改天再来买衣服吧？我们刚得罪了这么一伙地头蛇，他们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怎么会呢？其实他们人都挺好的，刚刚只是产生了一点误会而已。误会？对呀，本来就是误会嘛。走吧，有师姐在，你怕什么？可是你担心我不懂拳脚功夫是吧？但我会施毒呀。施毒？对呀，别忘了，我们可是独一圣手的弟子。你知道师父最擅长什么吗？我涂在护心镜上面的剧毒名为3不倒。难道是毒？没错，我们师父不仅医术厉害，一身施毒术更是天下无双。真的吗？师父肯定就是我的金手指，如果我能学到他那一身施毒术，那以后出去岂不也能横着走了？当然，1000种药材合在一起能成为绝世美味，但少1种就会让人身中剧毒，也只有独一圣手才能炮制出这等世间独一无二的千宝粥了。对呀，可是师姐，我还是没看懂，为什么刚才你打了他们2个人，他们还让我们免费挑面具呢？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太可爱了吧，他们又怎么忍心伤害我这么一位绝世美少女呢？师姐，虽然你确实很漂亮，但也没必要这么自己夸自己吧。打小我娘亲就教导我，自己能做到的事儿就不要麻烦别人。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这也难怪，就王二狗那德行，他还能带出什么好徒弟？走呀，别愣着了，买衣服去。我操！师姐，怎么办呀？别怕。对啊，师姐说她会施毒术啊，看来她应该是很有把握能毒倒他们的。既然如此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能就这么错过了吗？是时候展现我的男子气概了。三师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要不你先跑吧，我来帮你拖住他们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绝不能落在他们手里。师弟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死也要拖住他们一会儿，给你制造机会让你顺利逃走。毕竟能为三师姐而死，也是我叶飞此生之荣幸。三师姐这下要被我感动坏了吧？这种情况，师姐她还能真把我一个人留下自己跑了？好，师姐先走一步。三师姐真的就这么跑了？她一点都看不出我是在开玩笑的吗？这种事能随便当真吗？小杂种，说，你们是哪个门派的？大哥，我要跟你说，我和那女的不是一伙的，你信吗？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老子再问你一句，你们是哪个门派的？大哥，你能不能给你这些兄弟们说说，让他们把刀剑好好拿着？哼，怎么现在知道怕死了？怕误伤了你是吗？不是，主要是太多了，有点沉，我扛不起。你扛不起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妈的，你师姐跑了，老子要拿你的命来祭老子那2颗牙！光头大哥，你这金牙哪里补的？
这老板补牙的技术不太行啊，2颗金牙全都补歪了呀。本来这2颗大金牙瞬间能把大哥您的气质提升好几个高度的。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老子现在是在跟你讨论我这几颗金牙的事儿吗？真的有点歪吗？我的牙真的补歪了。妈的，回头我去找老陈头算账去。你他妈别转移话题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有心情给老子看牙。说你们是哪个宗门的？乖乖老实交代，或许老子还能饶你一命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找你师姐。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就知道师姐不会不管我的。这是连我也一起给毒了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有没有事？我让你先跑，你就真的跑了吗？你就不管我死活了吗？我看你叫师姐先跑，我还以为你自己能搞定他们，我当然要跑了。我怕万一你跟他们打起来，还要分心照顾我，我怕影响你发挥嘛。师姐，快解药，解药！着什么急嘛？那个师弟呀，如果师姐跟你说我解药忘带了，你信吗？特么解药忘带了，我要信你了，我不就没了吗？师姐，咱别闹了行吗？求你了，别开玩笑了，快给我解药吧！师弟，师姐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忘了带了。真忘带了，真忘带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忘带了呢？出门的时候谁能想到你会中毒啊？你没想到我会中毒？你朝他们撒那把毒的时候，我离你最近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没想到我会中毒？那现在怎么办嘛？解药是真的忘了带了。你这哪里是解药忘了带了？你特么分明是脑子忘了带了！你旺仔小馒头都记得带了，解药瓶那么大，你居然忘带了！你说什么？师姐，别再了，我还中着毒呢！他妈是个病人，你还要这么对我吗？死肥猪，吃什么了？这么沉，身体是有多虚啊？吃了解药这么久还不醒？哼，我就知道他有解药。睡吧，睡一觉应该就到家门口了。有人背着，比自己走舒服多了。师兄，我们回来了。前天我跟师傅和正道都去山上了，他居然没跑，蠢货！幸好我聪明，今天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这回总算知道跑了。师傅，师兄该不会跑了吧？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他跑了，不就能让人带钱来赎你了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跑吗？嘿嘿，怎么会呢？我是一心想跟师傅好好学医术的。师傅的一身医术出神入化，我怎么舍得跑呢？没想跑，那你昨晚为什么偷袭正道？嘿嘿，师傅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只是从小就爱吃狗肉，我是很久没吃狗肉了，嘴太馋了。道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主意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以后你想再咬我都没机会了，嘿嘿，因为我不会再跑了。师兄，我对你可不薄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，一定要记得回来赎我呀。趁太阳还没下山，赶紧去把药材洗干净晾好。这批药材我着急用，得尽快晒干碾成粉。你们师兄弟俩一来，我这药材消耗的太快了。现在我只管安心等师兄回来赎我。你以为我还会跑？我要不跑了，你的药全都得放烂生虫。师傅，我马上去洗。你别那么高兴，叶飞那小子跑不了，他还会回来的。什么？他还会回来的？师傅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是真的喜欢这里，想跟您学医术。师兄不一样，他一天到晚人在这儿，心没在这儿。他今天好不容易趁我们上山采药跑下山去了，他还会回来吗？打死他也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你不信？不信我们打个赌，天黑之前他一定会乖乖回来。天黑之前回来？呵呵，那不可能。师傅，怎么赌？哼，除非那小子脑子有病，否则好不容易跑掉，他还能自己回来？100临时，天黑之前他若没回，我输你100临时；天黑前他若回来了，你输我100临时。好，赌就赌，我就不信他还真敢回来，他又没病。我回来了。这狗日的，他是真有病啊！
100灵石记账了啊。师傅，您老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回来啦。这是我们师姐。师兄，你跟我来一下。你怎么还没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我给你留的纸条你没看见吗？看见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跑？我上面写那么清楚，我跟师傅和正道去后山采药了，让你赶紧跑啊！我不识字啊。不识字？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师姐你才回来的？不然的话，你是叶家少爷，你会不识字？真的。你骗鬼呢！我一个世世代代靠打猎为生的人都认识不少简单的字儿，你会不识字儿？真不识字？我不信。这2个字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2个字就是你的名字，叶飞。这就是叶飞啊。叶飞。原来你真不识字啊！你以为骗你啊？大山，看师兄的名字写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写得很不错。师兄，我去洗药材去了，不然待会儿师傅该骂我了。师傅，谁在这儿写这么多狗蛋干嘛？还能是谁干的？叶飞又不识字，一定是丁大山那王八羔子在骂我呢。师傅，白天我带师弟下山买衣服去了，还没来得及去看看师娘呢。您陪我一起去看看师娘吧。走吧。小三，来这么多次了，还怕吗？有你师娘在此，你怕什么？还是有点，对不起师傅，这次出去，我还是没找到任何线索，我有愧于你，有愧于师娘。30年了，我早就已经放弃了，让你们也别再坚持了，你们非要坚持。算了，不说这个，聊点别的吧。好吧，师傅，那叶飞和丁大山现在应该分别是13师弟和14师弟吧？本来只想收了你们12个弟子，就不再收了。欠了别人人情，没办法，便又多收了2个。师傅，他俩天赋如何？别提了，一个笨的像头猪，一个蠢的像头牛。叶飞修炼天机大法，练了1个多月了，前几天才感觉到气沉丹田。当初你们前面12个练天机大法时，最差的也是3天就能引气入海。那天机大法本就是一门易学难精的功法，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入手的了。他倒好，练了1个多月还没入门。那丁大山呢？他更够呛，到现在也来了这么几天了，一共还只认得3种药材。明明几株区别很大的药草让他认，他愣是分不出谁是谁。怎么得了哟？我的一世英名恐怕全都要毁在这2个废物身上喽！若不是关系户，我早把他们撵下山了。师兄，你干嘛呢？一直写个没完没了的。我练签名呢。为什么？等我练好了，去写给师姐看。我要让她看看，我虽然不识字，但我的签名还是不错的。总不能让人给看扁了。师兄说的有道理，是要好好练练。师兄，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跟师姐都已经下山了，怎么不找个机会跑呢？一是不敢，二是舍不得。为什么不敢？难道你还怕她一个弱女子把你怎么着吗？弱女子？难道不是？师姐只是个跟师傅学医术的，又没学什么厉害的法术。师傅说三师姐已经把她一身医术都学得差不多了。嘿嘿，师傅还说她年纪大了，每天陪我爬山教我认草药，有些吃不消了。明天开始让师姐带我上山采药。你这么笑是什么意思？师弟，你该不会是想在山上对师姐乱来吧？师兄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把我想得那么不堪吗？我只是在想，师姐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迟来的桃花运？大哥，迟来的桃花运啊！我爷爷给我算过，
我28岁到30岁之间要走2年桃花运。敢问师弟今年贵庚啊？32啊！你爷爷给你算的是28到30岁之间走桃花运，你他妈现在都32了，你还说个锤子？你还迟来的桃花运咋想的？没错啊，我爷爷是给我算了，我28到30岁有2年桃花运啊。可是那2年我的桃花运没来啊。然后呢？哼，既然我爷爷都算出我那2年有桃花运，结果居然没来，老天爷想这么糊弄我，那肯定不行。我要把那2年扣出来。特么还能这么算？特么还能这么算？真是个极品人才，这都是什么脑回路？咋想出来的？吼吼，师兄，你觉得三师姐跟我般配吗？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？当然是真话了。不般配。不过你别着急生气，我并不是说你配不上三师姐，而是我觉得三师姐根本配不上你，真的。吼吼吼，师兄，我觉得你看得挺准的。必须的，你看你高大威猛，英勇神武，玉树临风，像你这种天上少有人间没有的极品美男子，师姐那种凡夫俗女怎么配得上你呢？吼吼，我没关系，他配不上我不要紧，我不会介意的，毕竟我也30多岁的人了，我不想再挑了。你他娘还来劲了，你还不想再挑了？师兄，你是不是嫉妒我？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里耽误老子练签名。我还嫉妒你？你赶紧出去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熊样吧。哼，师兄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三师姐？你想跟我争对不对？我不像你，我好歹还有点自知之明，我对师姐可没你那么龌龊的想法。师弟，过来帮个忙行吗？来了！你看你，还说对三师姐没那种意思，那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管我！我操！我们要是从大门口跑出去，正道该不会以为我们想逃跑吧？师兄，跟我比跑得快，你还差远了。好吧，大山，你跑得快，我不跟你争了。这个帮助师姐的机会，师兄让给你吧。道哥，我不是逃跑啊！老子他娘的迟早要吃你的狗肉！到底咋想的？他正在咬你，你还敢嚣张说要吃狗肉？人家能不多咬你几口吗？师兄，醒醒！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师兄，跑吗？跑？你还想跑？你不想跑了吗？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咱就别跑了吧。为什么不跑啊？虽然师傅拳脚功夫不咋地，但留下来学好他内身医术和尸毒术，以后出门行走江湖多点保命的手段，他不香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已经跑了那么多次了，基本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吧？你觉得我们还能跑得掉吗？我知道跑不掉。你是不是傻？知道跑不掉还跑？其实我只是想让正道再咬我一顿，那样我就能马上见到师姐了。啊！我说大哥，明天一早就能见到师姐了，你需要对自己这么狠吗？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女人，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。我说大哥，自打你来了之后，正道每天也挺累的，他牙齿估计都有些受不了了，你让他休息一晚行不行？现在我哪里还有时间替正道着想？我真是让你替正道着想吗？师兄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对师姐的思念一刻都等不及了。这么强烈的吗？你根本就不懂相思之苦。我对师姐的浓浓思念之情，马上就要克制不住了。去你大爷的！师兄，你踹我干嘛？大哥，你快别克制了，你去，你赶紧去，别在这里恶心老子。嘿嘿，师兄，那我去了，待会儿师姐摸我，你别羡慕啊！快滚快滚，别耽误老子睡觉。嘿嘿嘿。哎，真特么人才！师傅，开门呀！救命啊！哼，这大老粗还有点心计，还知道先叫师傅，知道玩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招。找你师姐去，有她在，以后我不再管你们这些破事儿了。我操，还真被这小子得逞了！三师姐，救命啊！师傅让你起来给我疗伤。半夜的疗什么伤？我睡得正香呢，别吵我。这回看你咋办？被狗咬又死不了人，你急什么？在门口等着吧，待我天亮起来再给你治。师姐，
师姐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师姐不给我治啊，要不你给我治算了。师兄，你过来帮我求求师姐啊，让她别睡了。师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，这回我可是专门为你而逃的呀。我叫你让正道休息一晚，你都不肯。二逼，就算相思之苦再苦，我就不信还能比被狗咬更痛苦。师姐，开门呐！哼，这下好了吧？你对他的思念一刻都等不及了。不知道现在被狗咬一夜，你能不能等得及？第二天会不会犯狂犬病？三师姐，我跟你一起去采药吧，你教教我怎么认草药。不行，天机大法没入门，什么也别想学。哦。师兄，以后我们晚上不能跑了。为什么？师姐爱睡懒觉，难等。师兄，你笑什么？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还笑我。师姐什么时候起来帮你疗伤的？吼吼，师姐一言九鼎，她天一亮就开门给我疗伤了。你牛逼，你离我远点儿。为什么？我怕你有狂犬病。我真有那病，我也是借此机会先去咬师姐。我咬你干嘛？嘿嘿，师兄，你这身新衣服就是师姐带你下山给你买的？嗯。师姐不公平，明天我也让师姐带我下山买衣服去。下山后，你要是遇到一个块头很大、个子很高的大光头，你一定记得帮我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为什么？昨天他欺负我了。他欺负你关我什么事？你的挡狗之恩，我早就给你还清了。如果他也欺负师姐了呢？什么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就这么有异性没人性的吗？去吧，这个光头是清风寨二当家。若你真打算去给你师兄师姐报仇，我让正道今天不拦你下山。真的？哦，对了，他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恶霸，人送绰号光头妖刀。光头妖刀，他一手九绝刀法炉火纯青，这一带很多小家族和百姓都深受其害。方圆百里，没几人没被清风寨压榨过。九绝刀法，你若能把光头妖刀拿下，日后你丁家族谱必能排在第一页。死后投炷香，分支变主脉，祠堂挂你匾。他就是10多年前九绝门杀了自己师父逃走的叛徒赵云龙。哟，你居然还知道赵云龙啊？没错，快去吧，为民除害，为师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师父，我觉得现在报仇时机还不是很成熟，我还是多练练再去吧。你刚才不是很牛逼吗？不是嚷嚷着要下山杀了他吗？你倒是快去呀！你以为我是怕他们吗？我只是想让他们多活几天。哼！妈的，居然敢说让我们多活几天！刚才谁在说话？好大的口气！给老子滚出来受死！你说的？我没说，他说的，他诬赖我。你有种说没种承认吗？唉，和外面人还没打起来呢，你们自己倒先开始内讧了。哼哼，谁说的都不重要了，反正今天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昨天那妞呢？下山洗衣服去了。先不管外面的人。小七、小八，你们俩带几个人去后门守着，院子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。